估摸着要个把月才能回去，你们也不需要等我，有莫青和贺州在，我很安全的。宋姑娘放心，明日一早我们就回去。很快有人安排他们去休息，宋暖一出去就被长孙长泽拉住了。你去我帐篷里休息。莫青和贺州都没有走。你们先去休息吧，我和少将军认识的。是，这段时间你就在我帐篷里住下，那有床，军营只有你一个女子，你沐浴的时候让你那2个跟班守着就行了。谢谢啊。你胆子真够大的啊！这样的差事都敢接，你把所有军饷都运过来了，倒是朝廷对你的怨念就更大了。唉，你别看我们长孙府世代簪缨，我爹又是大将军，可我们常年镇守边关，在京都并没有什么势力，有时就算想帮你也未必帮得上。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若是不把这批军饷运过来，等到了你这儿估计就少了一半，到时前线的士兵吃不饱还怎么打仗？快睡吧，我这几日有时间，到时候带你在军营附近看看。我不在的时候，你就找你的跟班守着你就好了。那你晚上睡哪儿？我去我爹那儿睡，你放心，我过几日要打仗去，到时这帐篷里就你一个人。长孙长泽说完，出了外面，舟车劳顿累了几日，宋暖很快就睡着了。宋特使，你们好啊。宋暖，还以为你没有起那么早呢。士兵们起得很早，我听到声音就行了。饭吃了吗？吃了一碗粥和烙饼。军营伙食不像萧家那么好，你可能会不习惯。军营难道不吃肉吗？当然要吃了，只是平日里很少吃，快上战场的前几日会吃好些，这样上了战场也有力气。当今皇上也是军营里出来的，所以在军饷这一块从未亏待过边境的战士。那么多的空地，为什么不多种些菜？这边天气虽然不算太恶劣，但冬天种菜确实很难存活。若你真的可以在这军营里开垦出田地来，我真的会感激你。我不敢保证，但我尽力吧。你也不需要有太大心理负担，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两人走到一片荒凉的地里，这块地很大，有上百亩地，我们平日里拿来操练士兵用的。你若是想参观，我可以骑马带你去。我会骑马。军营里的马可不比你平日里骑的马，赤兔马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驾驭的。赤兔马？宋暖眼睛一亮，我可以看看吗？只听长孙长泽吹了一声口哨，一匹通体枣红色的骏马就朝着他们飞奔而来。宋暖伸手想要去摸，赤兔马嘶鸣一声。小红，他是我的朋友。宋暖心痒痒的，他也好想要一匹这样的赤兔马。小红有很强的领主意识，他一跃而上，然后伸出手来。你先上来，我带你去前面看。先上来，我带你去前面看。宋暖伸出手，被长孙长泽拉着上了马。坐在马上，宋暖小心翼翼地触摸着马的毛发，整个人都惊喜不已。小红是纯种的赤兔，你若是喜欢，改日我寻到了小马驹，让人给你送过去。真的？那我不客气了，我真的很喜欢这样漂亮的马，它长得真的好好看。你前面看到的这些地方都是荒地，之前我们也想过用来做其他的，但种植的蔬菜存活不了，索性就荒废了。战场在哪里？想知道在哪里？有些好奇。那边过去就是我们的战场，看着是挺近的，但却有几十公里的距离。他们在那边有军营，我们的军营在这边，如果不是到不可避免的地步，我们是不会打的。不打仗是最好的，没有伤亡。宋暖的话还没说完，突然头一阵刺痛，那熟悉的感觉是淘宝系统在召唤他。我们先回去吧，我有点内急。很快就出了淘宝系统，一出淘宝系统，他就在帐篷门口看到了长孙长泽。能不能借我一队人马去这附近？我想买些东西。我同你去就好了。长孙长泽以为宋暖想买些女子用的东西。我来的时候曾经给我一个朋友写信，让他送了不少物资过来，在一个指定的地点，你把人借给我。长孙长泽虽然不解，但也同意了。你们在这里吃些面等我一会儿，我去趟朋友那儿，但他们不想暴露身份。小姐，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安全。我朋友已经到了，你先去，我在这里没关系的。他不走，他怎么进淘宝系统里把东西拿出来？迅速把秒杀的东西全部买单，甚至都没有看清楚分量。等了一会儿，贺州就带人过来了。特使大人，这些都是我们的，赶紧搬上车，装好以后我们就该回去了。到军营的时候已经是亥时了，他远远的就看到长孙长泽站在军营门口，还以为今日你们不回来了呢。那好东西，特意带给你和将军吃的，你先拿去帐篷里，我还得看着他们把那些东西放好。一起去，我想看看你带回来些什么东西。看着那些布匹肉，长孙长泽问道：都是你买的？都是些粗布和麻布，也不是什么贵重的。军营里人那么多，总归是用得到。还有棉花、棉被，到时候需要你就拿去用。军营里夜里凉，我看你被子也挺薄的，待会儿你拿2床自己和你爹用。说着，宋暖又指着那些肉说道：
这些肉价没怎么涨价，你们不是过几日就要打仗了？这几日吃好些，这样打仗就有力气了。花了多少银子？花了多少银子？不多，应该1000两左右。我还买了高粱酒，这酒可以给伤口消毒。你花了那么多银子买这些，不心疼吗？为什么要心疼？这些银子都花得很值得。这些猪到时候可以用来熬猪油，再弄些红烧。你想吃什么？我让伙夫给你单独做。不用啦，大家都会这样吃，我例外多不好。而且我刚刚不是偷偷买了烤鸭，一会儿我们偷偷吃。吃了不少的烤鸭，这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长孙长泽，我要睡觉了。你去休息吧，我还有些公务没完成。最近我这边事多，你若是介意的话，我一会儿把屏风搬到你床前挡住。你慢慢看吧，我困得不行了，我得睡觉。他发现床上的被套全部都换了，而且都是上好的丝绸。你把被套换了？怕你睡不习惯。我平日里在军营里倒头就睡，床上有些脏，就把之前家里带来的给你铺上了，这样你也可以睡得舒服些。谢谢你啊，长孙长泽。你叫我名字就好了，4个字，你不嫌长吗？还行。宋暖打了个哈欠，盖上被子休息。长孙长泽才拿起毛笔，就听到旁边传来宋暖那均匀的呼吸声。等他把所有的公务都处理好，已经深夜了。揉了揉眉心，他过去看了一眼宋暖，见他睡得正香，被子也盖得好，这才把灯吹灭了好几盏，然后出了帐篷。你才不合胃口？不是的，将军，我起得晚，才用完早膳不久。若是不想吃，就喝点汤吧。看着自己碗里那还多出来的大半碗饭，宋暖不知该怎么办。军营里的粮食本就紧缺，他浪费好像不好。长孙长泽看出他的窘迫，直接把他面前没吃几口的饭倒在了自己的碗里。来，喝汤吧。谢谢。宋暖舒了一口气，小口小口地喝着汤。用完午膳，长孙仁杰才开口：宋姑娘，这儿没有外人，我这样喊你应该可以吧？当然可以，将军有话直说，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并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军营这种地方，无论你再怎么觉得困难，你都补贴不完的。本将军明白，你想让军营里的将士们过得好，所以才往里面不停地投钱。可是你这样做呀，朝廷里的人可不会觉得这是好事。我做这些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而且我也不在朝廷里做官。我之所以会押解这批军饷，是因为安亲王他受了重伤，他不放心别人，才让我代替他来。我知道我在做些什么，但我不后悔。赈灾、押解军饷，这些都是肥差，你这样大包大揽，很容易给自己带来麻烦的。说完，这才离开了帐篷。你也觉得我做错了？对百姓和军营里的我们来说，自然是希望你这样的人多些。对于那些想贪污的官员来说，你现在做的这些，就是在断他们财路。这些事总得要有人做，我做这些事情也未尝没有私心。再者，我不断他们财路，你以为我就活得很安全吗？长孙长泽，人本该生而平等，制度若是被不断质疑，那就说明这个制度本身就有问题。太后曾与我说，她想让全天下的女子都可以和男子一样活得精彩，可以科考，可以打仗，可以做生意，不需要因为被看了一眼裸露出来的手脚就被世人认定清白不在。因为女子的贞洁从不在罗裙之下，而那些把女子困在条条框框里的规矩本就是封建糟粕。女子为何要遵循别人的意愿活着？女子能纺织，能种地，能练武，又哪里比男子差了？这瞬间，长孙长泽的脑海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波动，他竟然不觉得他的话有任何问题，甚至还有些赞同。长孙长泽突然想到什么：你那些种子哪里来的呀？为什么产量那么高啊？而且味道也很好。皇上都不问我哪里来的，少将军问那么多，该不会有其他的心思吧？便是好奇，人人都说你是神女，可我不信，我不信这个世上有神仙。若真有，看得人间疾苦，贪官作恶却无动于衷，那也不是什么好神仙。我说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你信吗？确实不像，你的思想和你的才能都不像，但不管是不是，只要你对离国没有恶意，你是什么都无妨。特使大人，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们的伤情都怎么样了？回特使大人，天气寒凉，军营条件有限，他们有些伤得太重，只能靠他们自己的意志力坚持下去。那还缺什么药材？我可以去镇上买些。刚刚运来的10车药材已经够用了，只是伤者住的环境太差，听闻特使大人是个有能力的，若是可以，希望特使大人能单独为这些伤者建一栋木屋，让他们可以住得舒服些。我会想办法的，给我一些时间。还有其他的诉求吗？还望朝廷可以看在前线士兵的付出，不要苛责伤员的伙食，他们若是吃得太差，身上的伤更难痊愈。回去以后我会向皇上禀明。谢特使大人，有特使大人这句话，我们前线的将士也就安心了。宋暖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出了帐篷。宋暖在外面的椅子上坐着，在桌上用毛笔和纸把设计图给画了出来。
你这是什么？建筑图纸，我也不确定能不能完成，先看看吧。3层若是不结实就盖2层，第1层得做成土炕大通铺，适合受伤的士兵。得花不少银子。我知道，所以我打算建3栋，3栋每栋楼30米，左右两边都是通铺，能住的人也多些。弄楼每栋2层得花1000多两啊！先紧着受伤的士兵吧，我要睡觉了，明日还得早起。你自己赚的银子全都花在了无关紧要的人身上，你夫君不会介意？他不会。等3人回到军营里，已经快傍晚了，发现长孙长泽并不在帐篷里。少将军呢？回特使大人，倭贼来犯，将军和少将军已经出征去了。去了多少人？去了3万人。宋暖没有见过战场，但他也知道那地方不安全，也不会多问。可惜他买回来的烤鸭，长孙长泽吃不到了。辛苦了，先回去吧。小的高腿。翌日一早，小姐，您今日怎么起那么早啊？得去种地，当然得早点起。一连7天，长孙长泽他们带兵都没有回来，反倒是粮草运过去了1次。宋暖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但也没有问，而是尽心尽力的在种菜。3月17日，离国军队击退倭贼和西起军队，大获全胜，带领士兵凯旋归来。但长孙仁杰身受重伤，危在旦夕。特使大人，将军正在抢救，您不方便进去。里面什么情况了？我军和西起交战之时，不知哪里来的倭寇竟趁机偷袭，那支箭上有毒，将军的伤口血流不止，军医现在也找不到止血的方法。先回帐篷去，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你和我来。确认四下无人，我的血可以解毒，你让那些军医全部都走开，用我的血试试。你确定？确定。你爹是因为中毒才流血不止，喝了我的血可能会缓解，试试吧。宋暖，不管有没有用，我长孙长泽都欠你一个恩情。他很快就吩咐下面的人全部出去。看着他划破自己的手掌，宋暖将手伸到了长孙仁杰的唇边，等了半盏茶的功夫，才喊了军医进来，就发现伤口的血慢慢的少了，顿时大喜。将军的伤口慢慢止血了，特使大人给将军吃了什么丹药啊，竟如此管用？你给父亲处理伤口，若是没意外的话，父亲身上的毒也能解了。宋特使身子不舒服，我送他回帐篷休息。属下遵命。扶宋暖回到了帐篷里，看着他那惨白的脸色说道：你先休息会儿，我去给你煮碗蔗糖鸡蛋。长孙长泽出去了，宋暖从枕头下摸出萧继云给他写的信。知你在军营艰苦，夜游将你的药炼成了丹药，每日服用1颗即可。另有所有人给你准备的东西都在箱子里，你打开便知。我已痊愈，家中也一切安好，无忧，念你。宋暖摸着纸上的字迹，一遍又一遍，他想萧继云了。把信反反复复地看了10几遍，宋暖这才折好，放在了枕头下，闭着眼睛休息。晚安，星星。好热。他迷迷糊糊的，感觉好像有人给他喂了什么。他喝了以后，那人又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他一个字都没有听到。宋暖又沉沉地睡了过去。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香味儿，好像是海鲜粥的味道。闻着粥的香味儿，宋暖的肚子发出了叫声。你醒了，太好了，你都高烧3日了，你要是再不醒过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抱歉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生病了。你这些日子太累了，又放了那么多血给我爹，身子一下子就虚弱了。你先躺着，我去给你盛粥。哪里来的海鲜？你相公和安亲王给送到军营的干货，足足有10万斤海鲜干货，全都是他们花银子买的，不仅我们军营有，其他军营也都有。听到萧继云的名字，宋暖的脸颊上浮现着淡淡的笑。海鲜干货泡发后用来熬粥很有营养，尤其是给受伤的将士们熬粥，伤口也愈合得快一些。长孙长泽想起什么来，问：你怎么建了那么多房屋啊？原本就是想盖大通铺，可边境的将士们到底是要在这里驻扎许久，所以我想让他们住得舒服些。我建的是伙房，冬天烧柴，里面的温度可以保持和春天时一样。那边的工人有盖高层的经验，我们盖的是3层，左右两边都可以睡人，一栋屋子最少能住300士兵，而且这样造屋子造价不算太高。这和不和我商量？我已经上报了皇上，这笔银子是我自己出的，你无需担心影响不好，因为其他的军营，我和安亲王同样出了银子为他们建伙房。那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钱嘛，花了总会来的，你不用守着我，我已经没事了。刚刚打了胜仗，我们暂时休整。报！进来。启禀少将军，前方发现南楚大军压境，至少有5万大军。南楚真是玩的一手好计策。传我令，所有将士整合，1个时辰后出征。我见军中的将士穿的都是已经烂了的布鞋，我前些日子去布行店里定做了20多万双布靴，发下去让他们穿上战场吧。也不知你到底赚了几个银子啊？
就敢这样做散财童子，好好歇着。菜地里的事情有他们在不会有事的。还有，墨然好像找你有急事，都来了好几次了，我让墨进去找他了，应该一会儿就到。长孙长泽前脚刚出去，墨染后脚就到了。宋姑娘，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少将军说你有急事找我。对，这是皇上给宋姑娘的密函，让您看完以后烧了。这暗示的挺明显的呀。他把信烧了以后才问，裴之安怎么样了？身体没什么大碍吧？王爷在京都休息了5日，就坐马车去了宋姑娘家。长公主找他麻烦了。长公主被下了禁令，不能出门。不过萧檀儿小姐几次三番来府里找王爷，两家长辈已经说好了婚事，京都又闹得人人皆知，王爷如今反悔，害他名誉尽失，要王爷给他一个说法。你们家王爷怎么说的？王爷说他已心有所属。萧小姐步步紧逼着问，王爷便说他喜欢宋小姐这个有夫之妇。你家王爷疯了吗？他是真的什么话都敢往外说。宋姑娘别生气，我们家王爷没有这样的意思，只是王爷才刚醒2日，萧小姐就上门了，王爷当时被气得吐了血，才说出这话。他又吐血了？王爷当时就吐了一大口血，整个人就昏了过去。陈太医扎针许久，才有些许好转。皇上担心王爷安危，就由着他好一些，就去虎头村了。那婚事呢？婚事自然是不作数的，这件事我们家王爷本就不知情，而且王爷放话出去，就算娶青楼女子，也不娶萧檀儿。想到萧继云和婆母这近20年遭的罪，宋暖是一点都心疼不起来。宋姑娘把种子弄好了告诉我，我还得回去复命。墨染似乎很着急，拿到种子后就带着人很快离开了军营。又过了半个月，前线传来捷报，长孙长泽再一次打了胜仗。看着被抬进来的长孙长泽，你受伤了？好在没有刺破内脏，这伤啊多休养些10日就好。等军医把伤口全部处理好，宋暖才把鸡汤给端了过去。这人参是100年份的吧？是100年份的，我相公特意托人给我送来的。多喝些参汤，恢复得更快。有特使大人在这照顾少将军，下官便去医治其他伤者了。有劳军医。你怎么受伤了？战场上受伤是很常见的事，你送来的蔬菜我收到了，你真的很厉害，那么短的时间里竟然可以种出那么多蔬菜，温入心的大司农都得给你让位着。随安他在种植这一块真的很刻苦用功，他当之无愧。我看房屋建了许多，应该是差不多建好了吧？应该快了，大概还要10日左右。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早着呢。皇上让我在这里教他们种地，起码要等这批收获之后再种下一批了我才能回去。军营枯燥无味，而且也全都是男子，你若是想回去，我帮你上折子和皇上说明。若是可以，你觉得皇上会让我留在这里？哎呀，你也不用担心，军营里还是很安全的，有事我会让贺州和莫钦陪着，有他们俩在，我去哪里都安全。我记得我走的时候就说房子还有10几日就建好了，怎么我出去半个月了还要那么久啊？材料不够了，所以等了一段时间。不过这段时间我刚好让他们在8个角落里做了瞭望台，50尺，瞭望台的屋子可以睡6个人。我给你炖了1整只鸡，你是要吃米饭还是吃点肉？吃饭。你受伤了，我给你端到床上去吃吧。不用了，只要能起来就不能赖在床上。是吧？你多喝点。喝完2碗汤。我吃饱了，先躺会儿。我去外面走走。他站在军营的大门口，看着他种的花苗已经长出来新的绿叶，也不知道虎头村的花长得怎么样了。萧继云他收到了自己的信没有？虎头村一大早，宋文周就拿了一封信上来，递给了他。暖暖的信。接过信就拆了。大哥，一起看吧。暖暖写给你的，也有给大家的。看着信上面，先问了萧继云，然后再问候了萧家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自己在军营里暂时很安稳，他一个人住一个帐篷，让他们安心。最后一句便是：萧继云，我想你了。萧继云的耳尖一红。没事的话，我就先下去了。好。等宋文周离开，萧继云又反反复复地看了几10遍宋暖写的信。回到帐篷里，宋暖已经累得不行，连东西都没吃就倒在了床上。长孙长泽睡得迷迷糊糊，突然感觉有个人在旁边躺下，把蒙在头上的被子拉开，看清楚人，起身去了隔壁的帐篷。怎么过来了？过来休息。长孙仁杰想到了什么？他在你帐篷里住着，毕竟不方便。那边房屋盖得差不多了，你可以去那儿住。下次上床的时候先看看上面有没有人。你在床上？我真的没有看到你，我就看到一团被子，可能是我太累了，我没有注意，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下次一定注意。我没有怪你，但我是男人，不管任何时候都不吃亏，你不一样，别的男人可未必会像我这般君子。怕宋暖尴尬，长孙长泽说完就离开。宋暖拍了拍自己的脸，他是真的没看到人呐。将军，你来看菜吗？都2个多月了，
我还没仔细看过这块地是怎么种的，如今一看，你种植的很好啊。提前给土壤施了肥，种出来的农作物的产量会更高，而且这些粮食都收获以后，还能把玉米秸秆和菜梗都储存起来做马料，冬天可以继续种马草给马吃。这个马草冬天能种出来？可以的，我问过邵将军，这边冬日里的温度最低时也不太冷，虽然不能像现在一般长得那么多那么好，但也差不了太多，起码能解决马料的问题。他说完又说，将军难道不希望我们能解决粮草问题吗？若是可以，军粮握在自己手里是最稳妥的。他有些佩服地看着宋暖。我终于明白皇上为何派宋特使来边境。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宋特使是来小打小闹的，时间长了才发现，宋特使是真的一直在为边境的将士们考虑。皇上也一直在努力，只要我们可以尽快解决温饱问题，民安又何愁国不富，边境不安宁呢？宋特使果然是女中豪杰，难怪皇上一直对你赞不绝口。我也不是完全不求回报的，必要的时候，我希望皇上可以看在我这样尽力的份上，日后若是我有难，可以帮扶我一把。宋特使放心，若是以后有用得上将军府的地方，本将军一定义不容辞。那暖暖先谢过将军了。晚膳是贺州端来的。宋姑娘，你怎么不去篝火前和将士们一起玩啊？我去了，他们反倒是放不开了。我原本就是为了庆祝他们大获全胜，去不去的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开心我也开心，不就好啦？话刚说完，宋特使，邵将军晕倒了。宋暖刚过去，就听军医说道：邵将军失血过多，加上劳心劳力，需静养一段时日。没大事就好。那就劳烦军医给他开些药，让他夜里睡得安稳些。将军，您刚刚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宋姑娘，没什么大碍，只是因为家中出了些事儿，长泽心里担忧，没有休息好而已。那就好，我还以为他认床。若是这样，我可以住到其他地方去。你一个姑娘家住在军营里本就不方便，长泽他的帐篷都只有他一人在，汇报军情都是在我的帐篷里。你住在那儿，不管做什么都方便。老将军饮食要记得清淡些，番椒刺激口感，您少吃些。身上这衣物啊，也最好换舒服透气些的。我知道了，麻烦军医了。这才看着宋暖。时辰不早了，你该回去歇息了。你要是认床，就回帐篷里休息吧。我在这里先挑一个屋子住，让贺州和莫青住在楼下就行，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这里进进出出都是男子，你说这里不安全？那你伤？回去歇息吧，我没事。他才刚准备坐下，外面传来了一道声响。朝廷又给我们送粮了。宋暖马上起身出去了。宋姑娘，这次朝廷送来了300万斤粮食，还有商会的东方青羽为军营送的物资22万套棉麻成衣。东方青羽送的？啊，是的，东方公子一共为前线的将士们捐了70万套成衣。他怎么……话还没有说完，他的余光突然就看到了2个极其熟悉的身影。那是萧继云吗？宋姑娘，去帐篷里说吧。瞧着宋暖那激动的模样，宋暖应声，脸颊上的笑意却怎么也遮掩不住。他进了帐篷，很快萧继云和东方青羽也跟着进来了。只是他没有想到叶幽也来了。他激动地看着萧继云：你怎么来了？你快过生辰了，刚好我们打算押解这批衣物来，皇上龙心大悦，就准了我们来，而且还带来了300万斤粮食。不过这批粮食得吃到7月以后。我们这里挖了不少大树，到时可以烙饼吃，总能坚持的。你们俩怎么也来了？想着许久未曾见你，来看看，看你死了没有。放心，我肯定过得很好。不过军营里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下雨，虽然打了胜仗，但这次伤亡也挺惨重的。我们这次来还带了2000多名新的士兵来。边境的将士过得很苦，我想给他们定制一批冬衣，不需要太好的布料，棉布就可以，可以用鸭毛做内胆保暖。如果你也觉得可以的话，价钱少些，我想定制一批100万套，每套价钱不超过300文，薄利多销，你觉得怎么样？30万两可不是小数目。我知道不是小数目，所以才找你合作呀。如果我找其他人，我怕他们偷工减料。如果用鸭毛就可以做保暖的冬衣，那我每套收你成本价，我不赚银子，帮你把这批赶出来。不过100万套可不少，等我这次回去以后做。可以。帐篷外突然传来士兵的声音：特使大人，将军请您和东方公子过去一趟。你来的时候没有告诉他们你是我相公。皇上知道我来边境，是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来了，这样不安全。你们先过去，晚些我们有的是时间聊天。我们明天才走。明日就走，不多玩几日。军营重地，我们能来就是格外开恩了。你赶紧去吧，我把带来的东西给你搬过来。方公子，本将军听闻你为边境的将士们捐了70万套衣物和20万两白银，本将军再次谢过东方公子高义。大将军言重了，国家兴亡，百姓有责。东方府主营的就有布行，而且暖暖是我妹子，她都能为边境的将士如此尽心尽力，我这个做兄长的自然不能落后啊。东方公子和宋特使认识？
本将军再次谢过两位。东方公子和宋特使应该也有很多话要说。本将军让伙房已经在被完善了，晚些一起喝一杯。晚些青雨再来叨扰将军。和宋暖一起出了帐篷。我身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叶幽他的医术很高。你打算在这里待多长时间呢？如果久的话，不如让叶幽在这里，你也安全些。有莫青和贺州在这就好。最近店里生意怎么样？听说外面旱灾影响很大，应该对生意也有一些影响吧？影响不算太大，我们还发展了其他两国的生意，离国赚的并不算太多，多的是西岐和南楚，这是两个强国，民富国强，在那做生意更赚。若是有机会，我真想去西岐和南楚看看，这两国到底是怎么样的。日后有的是机会，不过你最近做事有些激进了，不管是任何时候，都该保证自己的安全为主。你不是孤单的，任何的事都不需要自己扛。其实你可以同我说，难道因为你成亲了，我们的婚约不能履行，便会和你划清界限不成？切，我习惯了自己，我以后会试着多倚靠其他人。一进帐篷，他看向萧纪云和叶幽。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们做。你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去摘菜。好。两人一直走到菜地里，看着种得绿绿葱葱的菜地。你在军营里竟然也种了这么多菜？种了1000多亩地，除了吃住和训练场、马场，其他的地方能种地就种一些。毕竟军营里将士太多，就算是有那么多的地种了，对他们而言也是杯水车薪，但总好过没有。来，要摘什么菜？我来。摘些小番茄、辣椒、青菜、丝瓜，再要些葱。这小番茄和丝瓜用的是种苗？我在镇上拿出来的，种苗买的不多，大面积种植的话，现在还在开花，偶尔换换口味，大多数都是在吃青菜。宋暖说着，又问：家里一切还好吧？一切都还好。原本想要跟你写信的，但知道可以来军营里，我就拿了治安的信物，跟着东方青羽一起来的。这里是军营，你又是朝廷派来的特使，言行举止都代表着朝廷，不管何事都要记得谨言慎行。我知道。明日一早我就得回去，能过来看到你就已经足够了。在萧纪云的唇上快速印下一吻，脸颊红红的松开。走吧。萧纪云唇角含着笑，却也没有说些什么。需要我留下来吗？若是可以的话，我肯定希望你留下来，但我在军营很安全，他那儿更需要你的帮助。我明白了，今夜你再喝一次血，我把剩下的丹药都给你全部炼好，吃完你身体就不需要再吃药了。谢谢你啊，叶幽。军营里也不见得很安全，新来那么多兵，最好还是注意些。我会的。宋暖还没有把菜炒好，士兵就在外面喊他和东方青羽去将军大帐里。我去和他们说我身子不舒服。赶紧去吧，我在这里等你。我们今日是感谢东方公子的慷慨，为我们几个军营的将士捐了70万套衣物。老夫身体未愈，以茶代酒，感谢东方公子高义。将军言重了，比起将军和各位将士镇守边关，在前线奋勇杀敌，保黎国百姓安宁相比，晚辈实在汗颜，便借此酒水，祝诸位将士百战百胜。听闻这个东方公子也是你朋友？朋友。好不容易用完晚膳，宋暖想要赶紧回去找萧纪云，长孙仁杰却喊住了他。宋特使，皇上带来了密函，宋特使先看看吧。宋暖摸着自己的额头，心里也郁闷到不行，让他开荒地，那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啊？长孙仁杰好像看出他心里的担忧。宋特使若是想回去，本将军会上书皇上，开荒这件事儿，军营会看着办。但皇上已经下旨了，那我也会竭尽所能的把这件事情做好。不过这件事还得秘密进行，这次来了新兵，怕混进来一些人。宋特使有主意便好，开荒这件事儿就交由你和长泽一起处理。出了帐篷，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看荒地？听允了再去吧，不过这一块你应该比较熟。长孙长泽想了想，倒是有一处地方我觉得合适，而且要等雨停了再去，我这身上的伤在这里休养几日就好了。那我先回去了。看着他的背影，长孙长泽的心里轻叹了一口气。不管是裴之安还是温如心，都好像和他关系更好一些，对着自己总有种淡淡的疏离感。他其实也想和宋暖做朋友，宋暖哪里知道长孙长泽的心里想些什么。他现在着急着回去见萧纪云。回到帐篷里，你们都吃了吗？吃了，知道你在那边吃，我们就自己吃了。把事情都交代好，宋暖才对萧纪云语重心长地说道：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保护好自己。我知道，你也是。泛黄的灯光下，萧纪云看着宋暖那俏生生的脸，忍不住滚了滚喉结。我现在只能先按照皇上的旨意，把军营这边的种植问题处理好。听说温如心他们也被派出去了，到时候应该和我差不多的时间处理好。这是离国重要的关口，不能出现任何的意外。等我回去了，再好好补偿你。不着急，你身子更重要。萧纪云虽然也想，但宋暖还需要吃药调理他的身子。他一直都还记得。娘那边怎么样了？那边倒是没有什么事，
上次的事情以后，好像有什么一直在暗中保护着我们。我和治安怀疑是皇上知道了。如果皇上知道了没有出手阻止，而是在暗地里帮忙，那就说明皇上不介意，甚至还想我们这个势力发展起来。若是这样，那就说明皇上和我们是一路的。不管知道多少，我们的目的最起码是一样的。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我会叫停。现如今一直都有一双手似乎在推动着这件事情的继续，就算我们现在想要脱离，也不大可能。你自己也要小心些，要记得我说的，任何时候都要保证自己的安全问题。好，再有几个月我们就该有时间了。他把皇上偷偷买地种田的事儿说了，宋暖倒是一点都不稀奇。皇上想要把一部分的田地都抓到自己手里，在朝廷有问题的情况下，倒是不难理解。如今粮食价钱太高，百姓连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我也希望皇上可以多握些权力在手里，他是明君，能造福百姓。可我觉得娘子你更厉害，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这些都有了改变。不是我厉害，是我之前所在的国家那些研究人员厉害，他们把自己的一辈子都奉献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他们才是最值得尊重的。快天亮时，在打盹的叶幽睁开眼来说道：“该走了。”暖有些不舍地看着萧纪云：“我会想你的。”我也会想你的。少爷，我们该出发了。我走了，再过几个月你就回来了。路上小心些，等我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好，我就回去。你睡吧，别送我了，被别人看到对你不好。宋暖点头，在他的额头上浅浅落下一吻。我会想你的。我也会想你的。看着他们的背影很快就消失在了夜幕里，眼眶里的眼泪没忍住吧嗒吧嗒的往下掉。没见面倒是还好，见面了就更想了。四方啊，看来朕真是赌对了，高僧说的没错，她确实是神女，才能一次又一次的躲过了危机。天佑离国，皇上一番善心，引得老天感动，特意送来了神女。神女确实能力出众，乃是离国之福。朕打算等神女把这次事情处理好回京后，便赐封她异姓女王爷，你觉得如何？皇上英明。你呀，等赐封后，年底便开始创办女子学堂，朝廷也正式选拔女子入朝为官。太后说的没错呀，有抱负的女子众多，无需因为男女不同，便将所有女子都禁锢在家中。就算是女子，也可以创造出一片新天地。皇上圣明。一晃到了6月底，军营里的西瓜也都慢慢成熟了。看着军营在短短的半年内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长孙仁杰都忍不住感叹：宋暖确实是个有能力的呀，难怪皇上会如此重用她。她确实是个很神奇的女子，她带来的种子产量极高，就算遇到天灾，也不用担心没有物资赈灾。她和安亲王去年修的水渠，今年开春以后全部建成了。听说还在西蜀挖了一个湖储水。湖广两地今年连续2次下暴雨，多余的雨水全都流向了干旱的西蜀地区，就连水库里都储存了许多水。若下半年干旱，可开闸放水。如今西蜀地区都不缺水饮用，皇上打算在西北地区也抓紧修沟渠，许多大臣都想分杯羹，皇上也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安亲王和宋暖做那些事，银子是实打实的用在修水渠和建水库上。如果皇上派朝中大臣想要以这些银子完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皇上现在还在想该找谁去监工这事儿。脑海里闪过一个名字，温如信不去，他被派到西北那边的军营里种植了，估计短时间内没办法脱身。那些大臣都是分派系的，如今东宫未有主，怕是皇上一个都不想派去。不管东宫入主的是哪位皇子，和我们将军府都没关系。谁入主东宫，谁就是我们要效忠的未来君主。谁入主东宫，谁就是我们要效忠的未来君主。长孙长则点头，远远地看着宋暖摘了个大西瓜。爹，您觉得这西瓜味道怎么样？去年在京都吃过2次，我便找了些种子，让府里的下人留着，今年种，也不知能不能种出来那么好吃的呀。来得正好，吃西瓜。今日心情很好？当然好啦，大丰收啊，难道你不开心吗？觉得挺神奇的，你好像什么都会，那么高的产量，你是怎么做到的？种子好，土壤也好，种植的时候多费心把草拔了，不需要吸取营养，没有害虫，自然就种得好啦。我知道消息，你去年去赈灾过的地方拿的那些种子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产量都极高，虽有旱灾，但东南2地都丰收了，不仅可以做到自给自足，甚至还可以卖出不少，争取在明年年底可以让离国所有的百姓都吃得饱，这是我们的心愿。怎么这段时间我都没有见你回去过？你平日里也不怎么回京吗？军营大改革，你都不能回去，我怎么能回去呢？说的也是，我和我爹说了，等红薯种下去以后，你就可以回去了。还有几个月，早着呢。想想都觉得心累。
见宋暖不吭声，你怎么了？没事儿，就是突然觉得这日子过得也挺快的。怎么样，要不要出去西瓜地里摘些西瓜？京都去年一个西瓜卖得很贵，那么多西瓜，你不想拿去卖了？有什么可卖的？那么多将士，每个人都吃不了几块。我就算是奸商，那也只坑有钱人，不坑百姓。8月上旬再去镇上时，路边上有一个1岁左右的小孩穿着肚兜，在地上爬得哇哇直哭。这是谁家的孩子？掉了都不知道吗？这应该是被人遗弃的。怎么可能？那么可爱的孩子谁会丢？贺州在孩子身上摸索了一圈，然后在他肚兜上面缝的烂布袋里摸到了一张泛黄的纸条，写的是爹娘无力抚养，求好心人把孩子收养了。宋姑娘，要带回去吗？不带回去，他会死在这里的。家里都有2个小孩，再多一个也无妨。等宋暖回到军营里，怎么捡了个孩子？路上捡到的，瞧着怪可怜的，就捡回来了。那么小，你会照顾吗？只是照顾个孩子有什么不行的？而且他很听话，吃饱了睡，睡饱了就吃，也会自己玩，不哭不闹的多好玩。夜里若是闹腾，让他们帮着哄哄，别什么都自己来。我知道，我又不是傻子。一会儿我随便做些菜，买了5只叫花鸡，路上被吃了2只腿，一会儿叫上你爹一起吃。要做什么菜？我帮你。菜已经洗好了，锅里的东坡肉在炖着，我把粥盛出来就炒菜。宋暖盛出1碗粥，递给长孙长泽。喂孩子会吗？接过木碗和小木勺，长孙长泽点头。见长孙长泽在给一个小孩喂粥，长孙仁杰有些诧异。哪儿来的孩子呀？宋暖在路上捡的，是女孩吧？长孙仁杰倒是不稀奇，女孩被遗弃的几率是最大的，因为不能出长工。还没取名字呢。哎，宋暖，你还没给这孩子取名呢。就叫西西吧，希望的希。西西，以后你就叫西西了，要记住了。姐。老爷，咱们这花销也太大了些，按照如今的趋势，就算是有金山银山也不够搬的呀。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宋府就送出去了60万两白银。宋府每年赚的也才上百万两，就算是有再丰厚的底蕴，那也经不起这折腾啊。你说的难道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办法？都花出去那么多，难道咱们就不继续了？可国公府和太傅府的胃口越来越大，往年都是拿10几20万两，去年2家就花了50万两。子生还好，为扶阳县主花了几万两便是，可今年才过一半，便已经花了80多万两。下半年还不知是何行情。自从那火锅店和奶茶店开了以后，京都的生意也差了许多。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得吃老本了。宋青云也有些烦，他当然知道这是个无底洞，他现在压根儿就没有办法和他们分开，除非他不想在京都混下去了。可惜宋暖不知道宋青云现在的处境，若是知道，肯定会放一串鞭炮，大肆的庆祝下。你以后可以喊她姐姐。抱着西西，长孙长泽突然说道：爹，我记得你以前挺会做木马跟婴儿床的，给西西做一个吧。不用，西西晚上和我睡。也不需要太多时间，等我空了做。西西，谢谢伯伯。叫什么伯伯？你这个年纪若是成亲，我都能做祖父了。西西管暖暖叫姐姐，叫您祖父那岂不是差着辈分呢？西西眼睛圆溜溜的转着，用完晚膳，小家伙不知怎么的，非得要长孙长泽抱着睡。无奈宋暖只能站在床头，看他哄着拍西西睡觉。没多会儿，西西就睡着了。今晚上我守在外面，如果他闹的话，我也可以马上过来。若是今夜不闹，我明晚再回去睡。他若是闹，你夜里还能带着他睡不成？一直带着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些日子让我在这里带，应该没什么问题。长孙长泽，你日后若是娶妻生子了，最好生儿子。你若是生的是个女儿，不得把她宠得无法无天？以后的事谁知道呢？他常年都在军营，其实对成亲的事并没什么想法。横竖他们这样的人，说不定哪日就战死沙场，成不成亲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要休息了，你赶紧回去吧。本还担心他晚上会哭闹，却不想他睡得无比踏实。只是大清早的，宋暖睡得迷迷糊糊的，西西就爬下了床，爬到了帐篷外面尿尿了。贺州就是这个时候来帐篷外面的，然后跌跌撞撞的朝着贺州扑去。爸，饿了没有啊？哥哥带你去伙房看看有没有吃的啊。他抱起西西就去了伙房。贺大哥，粥已经熬好了，有大骨粥、肉末青菜粥、海鲜粥、虾粥，你要哪个？贺州垂眸看着西西，想喝什么粥？肉。贺大哥，你呢？我晚些过来。啊，得嘞，贺大哥，你帮我们和宋特使说一声，昨日带回来的猪肉我们全部都榨油了，2400多斤，有500斤排骨，其他的全部榨油了。贺州应了一声，给西西喂完粥，贺州才抱着他离开。他回去的时候，宋暖才起来。他怎么在你那儿？
早晨起来看到他爬到帐篷外如厕，便把他带去喝粥了。我还以为他爬出去玩了。爸！宋暖到底是没有忍住，把他抱在了怀里。小姐，你夜里带孩子睡太熟了不方便，不如把西西放我那里睡，夜里他要尿了我也知道。你那儿全都是男人，住着多不方便。我和莫青2人单独住，你忘记了？你让他们多盖了一栋房屋，专门给将军和少将军住，也可以住在里面处理公务。那栋房屋的1楼是办公的，2楼有6个房间，少将军让我们住他隔壁那间。宋暖想了想，也不知道西西多大了，不过看他也就1岁左右，那就把今日当做他生辰，没有了昨日的苦难，往后都是幸福。小姐，今日西西生辰，我们是不是该给他弄些好吃的？把昨日的猪拿来红烧，今日吃点好的。伙夫早晨说，昨日的猪肉全部拿去炸猪油了。那去镇上买。镇上太远了，上次去山上我们看到了野猪脚印，过去碰碰运气，若是抓到……话还未说完，外面突然就传来了欢呼声。少将军威武！少将军太厉害了！宋暖朝着军营门口看去，看到长孙长泽拿着剑从外面回来，身后的士兵扛着5头野猪、1头野牛进了军营。怎么那么早就上山了？早晨带新兵去山上训练，没曾想遇到了野猪和野牛在争地盘，就全收了。看来我们西西有口福啦，我还想着下山去买呢。不用买了，这5头野猪应该是一家人，那3头应该是他们的孩子，小的都有400-500斤，够吃了。上次你那牛肉干的味道不错，是怎么做的？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些？当然可以，用现在的这些牛肉做。做一些，不用太多。腌制好，宋暖回到了帐篷里。宋暖，我能进来吗？进来。最近无事，我要回京复命，你要和我一起吗？或者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带的？我能回虎头村吗？这恐怕是不能，而且这一路得骑马，除了夜里在关驿休息3个时辰，其他的时间几乎都在马上，大概3日能到。说完，长孙长泽又加了句：如果你不想回的话，我可以帮你带封信去安亲王府，再多的我就做不到了。如果你不想回的话，我可以帮你带封信去安亲王府，再多的我就做不到了。你什么时候走？过2日。那正好，我还真的有东西需要你带回去。长孙长泽离开的时候，宋暖把信、羽绒的做法，还有东方青羽要的珠宝设计图都放在了一个盒子里，拜托他送到王府，让萧伯找人送到虎头村。到月底时，长孙长泽才回来，他带回来的消息却不是很好。这几位皇子胆子真大呀！可不是大呀，现在几个重臣都在为这件事情忧愁。就我在京都那段时间，都听那些人不知骂了你多少遍。若不是因为赈灾和军营被你安亲王全包了，他们也不至于那么长时间都捞不到什么油水。那就让他们骂着吧。朝廷早就该整治这些人了，关系到整个离国的大事，他们就这般的轻待。宋暖后知后觉地看着长孙长泽，皇上该不会是又想给我安排什么事吧？如今边境正稳，过段时日也不需要我们在这里。西北地区的百姓哀声载道，宋特使的威名在离国传遍了。那些百姓不相信朝廷派去的官员，却相信你，所以皇上派你我去西北地区负责这次的事情。真是一刻的安宁都没有。想过几天清闲日子都不行，看来我想要回去是真的遥遥无期了。你想再多也没用，不过好在这些菜地的菜都种下去了，堆肥他们也学会了，其他的事情有我爹在，他可以处理好。这事情很急，我们可能要骑马过去。那西西怎么办？实在不行就只能让贺州带他回去了。就按照你的意思做就好了。这段日子军营里吃的都是大薯，粮食还有不少，只要庄稼可以收割成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军营这段时间都不需要担心。那我还得回来吧？还得回来善后。不过挖沟渠这件事情应该不需要太久，现在是8月底，把百姓全部安排妥当就好了。说完，长孙长泽有些犹豫地看着宋暖。皇上说你有不少种子。皇上难不成还告诉你我会凭空变出东西来，我是仙女这样的话吧？皇上倒是没说这话，不过高僧说你是神女，而且他确实说了你能凭空变出东西来这种话，但我不信。什么高僧？是一个在柱国寺清修的高僧，他很少出山，但他预言出你是神女之后，你确实创造了许多不可能做到的神话，所以你真的能凭空变出东西来吗？那你就当我是神女吧。我也感觉不是，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凭空变出东西来呀？如果要带种子去，得回一趟虎头村去拿，种子我都留好了。知道宋暖不是神女，长孙长泽也松了一口气。他就说，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神女？这是长孙长泽给你的信，到时军营里的人会把你和西西带到关驿里，你用关驿的马车带西西回去，不赶时间。你们2人以安全为主，你用关驿的马车带西西回去，不赶时间。你们2人以安全为主，等到了雁城，租辆马车回去就成。知道了，小姐，我会的。带我回去以后，要不要去寻小姐？不用，你就在家里。西西如果不习惯，你就多带带她，省得她害怕。宋暖仔细地交代着。忙完这些，宋暖才找到长孙长泽。
明早提前让他们去镇上，还有一批药材要运回来。要几辆马车？60辆吧。我倒是在镇子里买些东西，中秋节我们可能就不在这里过了，给将士们多买些放着。中秋节怎么也得每个人吃个小月饼吧。我听伙夫说，军营里已经好几年没有吃过月饼了。军营里没有条件做月饼，而且10万将士真的要做的话，成本也高。宋暖嘴巴微张，你们将军府没钱啊？哼，武将哪来银子呀？皇上之前倒是赏赐了几个庄子，种地种粮，多出来的粮食可以卖些银钱。府里下人不多，可总归要吃饭嘛，林总加起来勉强够维持生计。我娘亲倒是有陪嫁的铺子和店租，可自从她搬去后院清修之后，便不管府中的事，所以府中的事情都由姨娘管理。那你娘就生了你一个？我娘亲生我之时伤了身子，便只生了我一个，加上姨娘之事，府里只有我和姨娘生了2个妹妹。你和你姨娘关系好吗？很一般，他们的事情我几乎不管。皇上倒是把他2个女儿封了县主。那你和你的2个妹妹关系也不好了？不如我和你关系好。他就说嘛，长孙长泽好歹也是少将军，怎么可能会看得上宋子生这样身份地位的人？凌晨天还没亮，他们就起床了。宋特使，您一定要小心些。大家放心吧，我会小心的。天才蒙蒙亮，他们就已经来到了镇子上。他看向长孙长泽，我去找我朋友，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一清早的没有人在，宋暖坐在地上，闭着眼睛进入了淘宝系统。等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宋暖等了一会儿，才去找长孙长泽，让他们把马车都拉过来。看着这巷子里全都是东西，长孙长泽诧异道：“这是什么？”我找我朋友订了做月饼的面粉和5人。我说了，想要让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吃上一个月饼。可是这面粉也太多了。新年之时不得吃个饺子？大米倒是还有很多，面粉每日都得和大薯和面做烙饼，肯定就少了。要记得我说的，这里的糖都让将军看着收进去，等中秋节前让伙房拿去做月饼。我恐怕没有那么快回来。提前祝你们中秋快乐。宋特使，少将军，一路顺风，保重。就这样，日夜兼程的跑了2日多，傍晚时分，他们才到虎头村。看到宋暖回来，大家的心里也都特别的诧异。小姐回来了，暖暖姐。小姐，您都许久没有回来了。这次也是路过，我平日一早就得离开。小姐，您怎么那么忙啊？您跑来跑去的多累啊！有事要忙啊，等我忙完了就可以和大家一起过年了。小姐生辰都没有在家里过。好了，萧继云呢？姑爷和小玉他们去河里洗澡了，把马牵下去喂了，带少将军去休息。知道了，小姐。村子里怎么家家户户都进了新房？村子里这会儿可是赚了不少钱，不仅家家户户都建了新房，而且小姐您看到了吗？村子每家每户都修了很高的围墙，而且修的全都是我们这样的伙房。这样也挺好。村子里的人卖了什么卖了那么多钱？卖种子和西瓜。今年西瓜虽然不算太贵，但是卖了不少银子。我们也种了许多西瓜，今年吃西瓜可是随便吃，不浪费就行。说完这话，清风突然愣住。小姐，你好像清紧了些。还好，在军营里其实吃的也不错了，比起军营里将士们吃的，你们家小姐简直不要太幸福。他说着，门外就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是萧继云和魏玉他们回来了。借着光，萧继云觉得自己好像出现幻觉了，他竟然看到暖暖了。暖暖，怎么回来了？是不是那边的事情处理完了？没有处理完，回来一趟拿种子，明日一早我就要去西北地区。怎么那边也找你去啊？那边太干旱，而且不是让治安去了，怎么又叫你去啊？治安去了，武后去的，他身上的伤还没好全呢，又得奔波。圣旨都已经下了。宋暖拉着萧继云的手，然后看着他们：“你们去换衣服吧，我找你们萧姐夫有事。”回到房间，几位皇子互相下绊子，皇上让我和长孙长泽过去处理这件事，估计得要1个月左右。等那边的事处理好，我还得再回一趟军营。等军营最后的事情处理好，回京复命，我就可以回来了。那得年底了吧？你这样跑来跑去，会不会觉得太累了？若是觉得太累了，可以和皇上说的。相公，我真的没关系的，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都为此付出了那么多，现在在皇上的面前已经刷了许多好感。皇上如果有能用的人，又何必找我呢？我可能过段时间也要去趟京都，家里的事还得交给小玉和清风，还有叶叶和叶影已经去京都了，我让他们就在府里住着。那便希望他可以高中，不管是榜眼还是探花，那都是极好的。话是这样说没错，前阵子听说叶影他爹又得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若是叶影高中，怕是也会找上门来吧。我难得回来，又只住1晚上，你难道不想和我说说话？萧继云低头在他的唇上浅啄了几口。药吃完了？没有，我差点忘了。等你回京复命时，
我去京都等你一起回家。好啊，这会儿是8月底快9月了，我去西北地区大概得1个多月，再回去军营，再回京，12月份那会儿就差不多了。没关系，算时间你的药差不多也该吃完了。叶优说不乱来就可以。宋暖声音闷闷的，什么时候他才可以过上安静平稳的日子？不高兴了？没有不高兴，就是想着要马上离开，有点舍不得。那就不去了，大不了多等几年。他话还没说完，宋暖突然勾上了他的脖子。暖暖，大哥，我马上就下去。说完，他抱着萧纪云的脸，狠狠地在他唇上亲了一口。我还有半个多月的药，吃完就没了。等我去京都接你。芈月成亲怎么办？我没时间，他总不能等到我回来以后再成亲吧？你一会儿问问他吧，这件事嬷嬷也问过，她执意要等你回来，谁劝都不行。那好吧。哎呀，小姐回来了。嬷嬷，您是不是又没有好好休息，脸色有些不好？老毛病了，一变天就这样。小姐回来就不出去了吧？得出去，明日一早就去。不过嬷嬷放心，过2个月我就回来了。小姐忙得都没时间在家，前阵子粮食和红薯、玉米、土豆都收获的很多。张嬷嬷絮絮叨叨地说着，宋暖发现叶优竟然不在这里。大哥，您刚刚去哪里了？学堂刚下课。村子里什么时候有的学堂？也就是前段时间建好的，才上课没多久。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出力，大家一起建了一座学堂，村子里的孩子都可以在里面求学。还没有找到夫子，我就先在学堂里给他们上课，待找到夫子以后再教他们。宋暖也听着他们说村子里近些日子来发生的事，这才把在路上捡了个孩子的事儿说了，知道家里要来个小娃娃，大家也挺开心。你和叶璇的婚事打算怎么办？我想等小姐回来以后再成亲，小姐不在，我不想成亲。这下叶璇该怪我了。不过还有2个多月，稻谷下个月就要收割，我们等把这些事情都做好。宋姑娘和叶姨、叶影也该回来了，等全部人都在，我再迎娶明月进门也不迟。通过晚膳，宋暖被萧纪云带着看了丰收的粮食。小麦收了多少？1万多斤，小麦的产量不怎么好，我们已经按照你说的去做，但这边雨水比较多，种出来确实不如比较干旱些的地方。若是不行，我就只能从系统里买一些。家里还缺不缺东西？之前买的多，蔗糖运了5000斤去了京都，剩下的都在这里。除了做点心的，他们也经常有喝，倒也喝不了太多。我还得多买些干旱地区才能种的种子。小麦我们已经种下去了，家里剩余的小麦种子和玉米种子全部都带过去吧。西北地区常年干旱，雨水较少，就适合这种耐旱的农作物。甘蔗等我们这批收获了，明年再给送些过去。甘蔗除了我们种下的，其他的都拿给皇上去种了。皇上倒是真的一点也不客气啊。宋暖倒也没有想那么多，皇上是为了百姓才拿走的那些，他倒是不介意。出去问问长孙长泽，这些种子要怎么运过去？长孙长泽正在外面欣赏花，宋暖过去就问起他怎么运种子的事儿。明早就会有人来接应，到时把种子给他们就行了。运送的是刑部尚书的儿子杨景硕，他负责这次运送。早些休息吧，明早我们就要继续赶路了。宋暖回到了房间，萧纪云也跟着进了房间。你让治安监的密室他建好了，按照你的意思，全部都是用的铜和铁，不过是朝着山那边挖的密室，不仔细找是找不到的。皇上前阵子送了1万两黄金和不少珠宝过来，你要不要去看看？看了，这些你记着就好，该花的就花，不用想着省钱。我困了，我睡会儿。看着宋暖刚说完话就睡着了，萧纪云心疼极了，这才抱着宋暖闭着眼睛休息。第二天一早，给你准备了干粮和糖水，都是热的，你喝的时候慢些。我知道了，谢谢相公。等我回来，我到时候带他们去京都接你回家也行，到时还可以给明月买些嫁妆回来。大哥，我走了，你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照顾好自己。我知道。说完，很快和长孙长泽一起骑马离开。两人日夜兼程，2日后才到了西北地区的沙城。知道是宋特使来了，一个个的都在城门口跪着喊道：“求宋姑娘看看我们沙城吧，大半年没有下雨，我们真的活不下去了呀！求宋姑娘让沙城下一场暴雨吧！求宋姑娘看在沙城几十个县都颗粒无收、没水喝的份上，让老天爷下暴雨吧！”宋暖知道这件事有古怪，大家安静，
听我说，我不是你们口中的神仙，我只是个人。皇上知道西北地区不易，特意派我来挖沟渠。大家应该也知晓，西蜀干旱，就是靠挖沟渠将湖广多余的水引过去。如今我们也是需要靠这个办法将水引到西北。大家放心，皇上不会不管百姓，我们一定会把干旱的事情解决好。放心，皇上不会不管百姓，我们一定会把干旱的事情解决好。可他们都说你是神仙，你能帮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不帮我们呢？就是，凭什么不帮我们呀？我们就是想要水而已，为什么不帮我们？宋暖还没开口，裴志安手里提了个尖嘴猴腮的男子。让你胡说八道，到底是谁指使你们散播谣言的？什么谣言？我不知道。不知道，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说。暖暖，前些日子不知是谁传播谣言，说你是神仙，可以呼风唤雨。这个谣言在西北地区越来越离谱了，我们干脆将计就计，引出那些造谣的人。说罢，对着议论纷纷的灾民说道：大家听我说，宋姑娘不是神仙，她只是个普通人，只是心地善良，所以一直和本王救济灾民。大家不要被有心人带歪了心思，宋姑娘来这里是解决水源问题的，请大家放心。这会儿50毒辣的太阳突然被乌云遮了眼，顿时狂风大作，紧接着豆大的雨珠就落了下来。宋姑娘真是神仙呐，神仙显灵了。神仙呀，宋姑娘一定是仙女娘娘。见过仙女娘娘。宋暖觉得自己好像都没有办法解释自己不是神仙这件事了。他也很想知道，这怎么就下雨了？还是说他人品好，所以想啥有啥？暖暖，咱们俩什么交情了？你和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神仙？我要是神仙，我还能过得那么惨，还能被人下毒？说的也对，可你说你不是仙女，我怎么就那么不相信呢？对啊，那场雨说来就来，那么大的太阳，这一点都不符合常理啊！我能说我真的不知道吗？可在你身上真的有太多不可思议的事。你说你不是神仙，其实我们真的有些不信。而且你的那些种子到底是哪里来的呀？别问，有些事情知道的太多，对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好处。宋暖此时的心里也复杂极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的话会突然就应验。有些时候真希望舅舅早些立太子，这赈灾的事我是一天都不想做了。看着一旁的长孙长泽，你倒是闲得很啊，听说你妹妹要成亲了，成不成亲的和我有什么关系？那可是你妹妹啊，难道你一点不在乎？又不是亲的。长孙长泽说着，又闭着眼睛继续休息。听说百姓们都陆陆续续回来了，我们是不是该先发赈灾物资了，让他们早些回去种？哦，这次每人的赈灾款有多少？半吊钱，到时候挖到木薯和大薯还会送到这里来卖，粗粮的价钱下半年会特别便宜，这半吊钱足够他们吃大半年了。上百万灾民，就算是每人半吊钱，那也得要50几万两。这批赈灾粮运过来了，不然怎么会让我来呢？先把赈灾粮和赈灾银种子发下去，发完了再去看看挖沟渠那边怎么样了。决定好了，宋暖就打算去做了。等他们做好这些，这才赶着马车去了挖沟渠的地方。什么人？这条路不可通行。叶璇拿出令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是安亲王驾到。这个地方是哪位皇子负责的？是四皇子。四皇子擦了一把汗，看着站在岸边的裴之安。安表哥，四表弟怎么混得那么惨呢？竟然在这里挖沟渠。安表哥，你别打趣我了，那件事真不是我做的。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和百姓同吃同住的，我真的没有找人去搞破坏，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那你有没有和皇上说呀？我现在说些什么，父皇都不会相信我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把沟渠挖好，让父皇知道我是真的在认真做事。那你好好加油，这件事情一定要做。虽然你年纪不大，但人家宋姑娘一个女子都能做得很好的事，你肯定是要做得更好才对，不然怎么叫舅舅相信你啊？对吧？安表哥说的没错，我一定会努力的。我觉得你们现在沟渠挖得很不错，要继续努力啊！前段时间下了雨，这会儿沟渠更好挖，你加油挖，等挖好了，过年时舅舅一定会好好夸赞你的。我会的，安表哥。1个月的时间，宋暖终于把所有的村落走完了，也交完了，他们准备打道回府了。要记得早点回来，我在家里等你。我应该还要回京复命，到时处理好了再回去。照顾好我妹妹，她要是生病了，我到时去将军府里把你们家牌匾摘了。宋姑娘是我们军营里的帮手，我自然会把她照顾好的。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不过我也不喜欢你。然后又看着宋暖，暖暖，我会想你的。照顾好自己，你身上的伤还没有好，不管任何的时候都要保护好自己，其他的不要多想。等我回去以后，给你带好吃的。行。看着两人的背影，裴志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你要被册封的事。两人日夜兼程地赶了5天多的路，才到军营里。宋姑娘和少将军回来了。稻谷割完了吗？
宋特使放心，已经按照您吩咐的全部收割完。收割完了以后，稻草一部分烧了，另外的都晒干，全部堆起来了。那就好，粗粮暂时可以不收，等到11月份以后再收。暖暖，这次粮食收获的很多，我们每亩地大概都有1100多斤，近5万亩地，起码能收获5000多万斤稻谷。2季种稻谷，再有粗粮，足够边境将士们正常吃了。长孙仁杰心情很好，大将军放心，只要按照我说的，这些稻谷的产量就不会太低，军营能够自给自足，也是件大喜事。说得对，现在蔬菜也多了起来，军营里的将士有蔬菜，每日都有油水，人都精神多了。又看向长孙长泽，这几日我们交接下，你妹妹成亲，我过几日就要回京都。好，暖暖，我听说你冬天也能种得了蔬菜，你看军营里能不能种啊？这边的温度可以，冬日里虽然寒冷，但下的都是小雪。我在想，那些帐篷可以拆了，倒是加盖一些放柴火的地方，还有种菜的地方，我也会教他们该怎么种菜。我过几日要离开，需要什么你和长泽商量。我会的。你一路上辛苦了，回去休息吧。最近天气有些凉，你可以搬到楼上去住，另外一边没人住。我在军营里待的时间不会太长，就懒得搬来搬去。忙完这里的事，我要回京复命。长孙仁杰也没多说什么，点头就让他先回去了，转身就回到了帐篷里。这段时间他把药吃完了，感觉身子所有的不适感都消失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想到过段时间就可以和萧纪云在一起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他还挺期待的。可惜不知道他的系统里能不能买到套套。系统呀系统，你难道就不能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把你给召唤出来？想起之前的一个梗，宋暖突然喊了一声小爱，突然一道声音在他的脑海里响起，系统小爱正在加载，请问宿主需要些什么？什么玩意儿？系统，你怎么才出来？之前你怎么不出来？回应他的是无声的沉默。小爱，我在。宋暖才知道他需要叫系统小爱，他才会回答自己。他尝试的问道，小爱，我能不能在淘宝里买到避孕套？检查到宿主有强烈的交配欲望，系统正在为您挑选合适您的避孕套，请您稍后在淘宝查看。啥玩意儿？什么叫检测到他有强烈的交配欲望？想到这儿，宋暖也没有了和小爱聊天的心思。吃了个饭，他就躺在了床上睡觉，很快的就陷入了沉睡。他睡到了第二天一早才醒过来。宋暖去到了伙房里，看了早膳，吃的是青菜粥和馒头，也都笑了。吃的还不错，早膳吃的清淡些，对肠胃也好。特使大人，听说您快要回去了。等这边的事情处理好，我就要回去了。我们真的舍不得您呢。以后若是有机会，我也会来看大家的。长孙仁杰一走，长孙长泽就对着他笑，干嘛不直接把你也是宋府大小姐这个事说给我爹听啊？他挺喜欢你的，若是他知道了宋府的所作所为，一定不会把我妹妹嫁给宋子生。你不也知道，不也什么都没说？她又不是我亲妹，我明知道你要收拾宋府，我开心他们出事还来不及呢，干嘛和他们说呀？我看你怨念还挺大的，不过我确实是要对付宋府，只要到时我处理那些人时，你别心慈手软就行。无所谓，他们是死是活都和我没关系。你对我的事知道的还挺多。我知道的比你想象中的多。他说完又起身离开了。宋暖只感觉长孙长泽是话里有话，却又不知道他那句知道的更多是什么意思。等长孙长泽离开，他就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进入了系统。小爱，我在。这个淘宝系统能把外面的东西拿进来储存吗？这是不可以的哦，小爱没有这个功能，淘宝只能购物，不能储存东西。好吧。小爱在购物车里给他加了好几款的套套，看得他老脸一红。小爱，你这加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系统检测到宿主有强烈的交配欲望，所以特意为宿主选择了这些款式，绝对可以满足宿主的所有要求。下次不可以窥探我的脑海里想些什么。宿主放心，我是有素质的系统，只要你不喊我，我就不会出现。听到小爱那脆生生的声音，宋暖一口老血都快喷出来。不过看到能买到这个，他的心里也就放心了。毕竟古代的避孕措施不够好，有这个他也不怕在不想要孩子的时候出什么意外。长孙仁杰是10月底回来的，知道宋暖马上就要回去了。长孙仁杰想了想，还是找到了他。暖暖，你爹是不是叫宋青云呢？严格来说也算不上我爹吧，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把我们当成是他的孩子看待，我们也没有上宋家的族谱。你也知道前些日子我回去是参加小女婚宴，但我无意间发现宋青云竟然还有一儿一女，我调查时却一无所获。刚好我有个旧部是郾城人，他告诉我的。
宋暖没吭声。我知道你的心思。倘若有朝一日你对付宋府，能不能看在我们也算是相识一场的份上，放过小女？她对宋子生确实情根深重，就算是我想要强行把他们分开，怕是也不行。大将军叫我伯伯就好。长孙伯伯，我对其他人并没有什么恶意，只要他日后自己能够拎得清，我不会把宋青云和姨娘做的事情强加在其他人的身上。伯伯知道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长泽和你交好，我也放心得很。他知晓宋暖不想说宋府的事儿，也没有勉强，便让他先出去了。宋暖刚出去，长孙长泽就喊住了他。我爹叫你去干嘛？问了些小事。宋暖把事情都安排得差不多了，再过2日他们就该启程出发回京都了，突然就不想在这里。去不去镇上？我想买些东西。去不去镇上？我想买些东西。你想去就去吧，不过这会儿已经是傍晚了，你想买多少东西？多买些吧，我都要离开了，以后就不一定有机会来了。他们到了镇上，已经很晚了。宋暖带着他来到了酒馆，点了一大桌的好菜和好酒，开始吃喝起来。长孙长泽看得出来，宋暖心情不好，他大口地吃着菜，大口地喝着酒，好像要把烦恼都吃进肚子里。他也没有开口问，坐在他身边不急不慢地吃菜。许是因为心情不好，宋暖吃饱了以后喝了3碗桑葚酒，直接把自己给喝晕了过去。长孙长泽把一锭银子放在桌上，抱起他就下了楼。已经很晚了，街道上没有人，只有暗黄的灯笼还闪着微弱的光。宋暖靠在长孙长泽的怀里，嘴里嘀咕道：我不想过得那么累的，但他们都想要杀我。我真的感觉自己好累，我一点都不想那么累。他们都说我是神仙，皇上也说我是神女，其实我就是个普通人。我不想在古代，我想回现代去。我想家里的空调，想躺在床上玩着手机，吃西瓜，吃冰淇淋，吃好多好多的。古代一点都不好，这里连自己的婚事都做不了主，穿的还那么多，没有马桶，洗澡还那么麻烦，每天起码电得我屁股好痛。我想念我的高铁，坐飞机2个小时就到了，我为什么要骑马那么累？不过还好我有小爱，让我在这个意识还有点念想。我好想回家，好想回家。宋暖嘀嘀咕咕地说了一路，长孙长泽抱着他的手紧了紧。等到了客栈的房间，长孙长泽把他放在床上，把被子给他盖好，宋暖却拉住了他的衣角。小霁云，我想亲亲你。长孙长泽的长睫微垂，扯下他手里抓着的衣角，快步地出了房间。一早醒过来的时候，头也疼得不行。长孙长泽坐在窗子前用早膳。下次心情不好了也别喝那么多酒，你酒品真差。我哪里差了？我同丫鬟都说我喝醉酒了之后很乖巧，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的。赶紧吃，吃完了得去买肉。两人吃完，拉着长孙长泽去了市场。宋暖买了整个市场的肉，这架势怕是要把镇上的肉都给买光了。长孙长泽也没有阻拦他，而是抱着手臂在看着他。女孩子买是很快乐的。特使大人，昨夜东方府送来了一批冬衣和棉靴，说是您和东方公子一同给边境将士们买的。到了就好，你们先把肉带回去，我们晚些再回去。宋暖在这里几个月，说起来也是有些许感情在的。路上，长孙长泽好奇地问：你觉得我们未来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怎么会突然问起这个？突然好奇以后会怎么样？会是战火纷争，还是百姓安居乐业，亦或者是皇上口中所说女子也可以和男子同堂而学的盛况？也许1000年以后的世界会和你想象中的截然不同，到时可能我们就不需要像现在一样骑着马，想要去哪里都会有更加便利的交通工具，可能会在天上飞，也有可能在海里跑，而且男女平等，婚姻也自由。长孙长泽听到这些，光是想想就是很美好的画面。几千年后会不会还有我们这样的将士？会有的吧，毕竟世界也不可能被一个人统治，到时还是会有许多的国家，只是大家都比较爱好和平，战争会结束，将士们在前线也会有新的武器，以对抗别国的侵犯。若是可以，真想看看这样的画面。
可惜人的寿命也就短短几十年，我也看不到你所描绘的风景了。不管是怎样的未来，我们既然活在了当下，那就要把当下过好。即便是没有想象中的未来那么好，可我们现在也在试着改变了，不是吗？你说的没错，现在的日子已经过得很好了。你到时要不要种点甘蔗？到时还可以熬蔗糖。如果你觉得没必要，我到时把蔗糖做好，到时候让人送过来给你。那还是我们自己种，开荒的地多。其实打仗出动的兵力没那么多，边境其实也没那么多仗要打。很快回到了军营，晚上包饺子吃吧，之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了。伙房里的伙夫们也都沉默了。宋特使，我们舍不得你。我以后也不是不来了，因为我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不能保证什么时候能来。但我很希望以后若是我再回来，你们都还好好的。宋特使放心，我们肯定会好好的。别哭了，都10几岁的少年郎了，怎么还如此爱哭？分别固然是难过的，但我希望自己可以帮助更多的百姓。军营如今安稳了下来，我也该回京复命了。我们都明白的。晚膳时，他也第一次参加了军营里的篝火会，也不知是谁问了句：宋特使，您对我们军营的印象是什么样的？艰苦。端着手里的酒杯又说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座的人里其实没多少有文化的，但长孙仁杰父子和军医他们都是受过文化熏陶的，听到这诗也不由得多看了宋暖一眼。我宋暖在这生活的这几个月，看到了军营里每一个人的能力，也对军营里的每一个人都表示无比的感谢，因为有你们背井离乡，在前线奋勇杀敌，才有我们这些人的安宁。我其实不怎么会说话，因为我没有办法说出你们的伟大。我从未觉得人与人之间有什么高低贵贱，因为人生下来必是一样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改变什么，所以我只能用我自己的方式，尽量让每个人都可以过得好些。然后举起酒杯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我敬大家一杯。敬宋特使。然后长孙长则发现宋暖喝醉了，他那酒量果然是差到不行。好在他比上一次理智了些，并没有说什么不能说的话。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起，请君为我倾耳听。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便是他刚刚说的那句词的完整版了。长孙长则惊愕于这首诗的敢说敢写，也不知这是不是宋暖自己做的词。长孙长则把宋暖扶到床上，看着他那喝醉以后就睡着的样子，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刚转身走了几步，宋暖竟然在念诗：落霞与孤鹜齐飞，清水更长，天一色。很美好的意境。长孙长则在边关镇守了许久，曾经在树上就看到过这样的风景。他是不是很喜欢这样的风景？第二日，宋暖又宿醉了，揉了揉眉头，他觉得自己的酒量真的不是很好。长孙长则端着醒酒汤进来了。醒了？我昨天晚上是不是发酒疯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是你做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是你做的？当然不是，我没有那么好的文采。见他否认，长孙长则也点头。醒酒汤，下次别喝酒了，你昨晚背了好多诗句。我下次不喝了，我以前的酒量还可以的。这酒后劲强，一开始喝时没什么感觉，后劲上来就醉了。宋暖轻轻嗯了一声。地里的菜也都开始收了，已经11月中旬，如果没什么问题，我们该回京复命了。什么时候回？今日。那么着急？宋暖说着，很快的把自己还没吃完的糖和零食都送到了长孙仁杰那儿。暖暖，长孙伯伯，您是不是有话要和我说？朝中局势近来多变，不该是你管的，你还是少管一些，对你也好。宋暖知道他是在提点自己，说了句谢谢长孙伯伯以后就离开了。他收拾完东西出去，外面黑压压的全都是来送他的将士。宋暖本来还挺好的心情，突然就鼻酸了，他努力地扯出一抹笑。我要走了，你们都要好好的生活，日后我若得空了再来看你们。宋姑娘一路顺风。喊的不是宋特使，而是宋姑娘。因为这段时间宋暖在军营里从来没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特使大人，而是与他们平等的相处。宋暖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流下来了。我好歹也是皇上亲封的特使，你们害得我都哭了。
山高水远，我们后会有期。皇上被人下毒了。什么？也不知是谁下的，但宫内已经封锁了消息，现在就算是我也见不到舅舅。不过叶幽已经去了，有他在，应该问题不大。这也太大胆了，竟然敢给皇上下毒，难道是立太子的事？舅舅还未曾想过立太子之事。朝堂局势不稳，若是这个时候立太子，必然是不稳的。不过，应该和你有关。和我有关？和我有什么关系？皇上想封你为亲王，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但消息还是不知怎么流出去了。但遭到了重臣的强烈反对，我猜测是因为这件事情，皇上才被下毒的。还真和我有关。皇上要封我做亲王？对，圣旨都已经拟好了，但也不知怎么的，就出现了这种事。现在朝堂不稳，你暂时不能回虎头村。不过消息已经传给萧继云了，他应该晚些就到了。我还想回京复命以后就回虎头村给明月办婚礼的。他们应该也会来京，我已经和他们说了，如果可以的话，就让他们来京都，到时候小小办一下就好了。宋暖点头。那我们现在不需要回宫复命了？先等等吧。又看着长孙长泽，哎，你妹妹嫁人了，你为什么没回来？我爹回来就好了。军营里那么多事务要忙，哪有时间？长孙长泽回答的理直气壮。你暂时别回去了，最近京都都不太平，我感觉有大事要发生。暂时别回去了，最近京都都不太平，我感觉有大事要发生。至于是什么样的大事，裴志安也不清楚，但有长孙长泽在这里守着，他会觉得有些许心安。长孙长泽点头。你最近就别回府了，在我这里住下，这里皇宫近县，有什么事情也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让那些人都找不到你，他们应该不敢那么放肆。宋暖听着裴志安的话，心里总是隐隐的不安。那给你一张人皮面具，不用了，几日不刮胡子，再出去未必有人认出我来。对啊，我大不了化个妆，别人也未必认得出我来。那行吧，那你们俩先去休息一下，我已经让萧伯给你们安排好了房间。我不能回自己那儿。那你也得洗漱完再回去啊，你一路上风尘仆仆的，你那儿我还没让人过去帮忙呢。宋暖听裴志安的话，回房间去洗了个澡。等他出来的时候，萧伯就派人来对宋暖说道：宋姑娘，萧公子到了。那我可以回去了。带他从小门过去。萧伯打开门。宋姑娘，日后想要进王府，从您那边按下机关就可，这门是相通的。谢谢萧伯，我先回去了。宋暖想要回家看萧继云的心情雀跃，关上门就飞快地朝着里面跑去。看到走进房间的萧继云，宋暖直接就扑了上去。相公，什么时辰回来的？比你们早一些就是了。他踮起脚尖，在萧继云的唇上狠狠地亲了一口。先拿点利息，晚上再讨回来。萧继云哭笑不得，这话不应该是男子说的吗？岁岁红人间掠过，堂前竹马酒尽泪落，昔年不忘可否莫作水月镜。清风、明月他们都来了吗？暖暖，他们都在外面等你。我知道，明月的婚事得赶紧操办起来了。说着，他牵着萧继云的手就要去客厅，却被他给拉住。你先去，我缓缓。看着萧继云那弓着的身子，宋暖似乎立刻明白了什么。相公，我已经满18了。我知道。我的药也吃完了。宋暖提醒道。我知道。萧继云的声音越发嘶哑，就连眼神都变得有些不对劲儿了。他突然一伸手，把宋暖拉过，抵在身后的墙上，两人紧贴着。宋暖能够感觉到他的炙热。宋暖脸色涨红，说道：你去洗个澡，我安顿好他们就来。这暗示简直是明晃晃的要把萧继云的心给勾住。房间还没打扫，你先去，我收拾下。宋暖穿过长长的长廊，很快的来到了前厅里，看着在整理东西的众人，提着裙摆小跑着过去。小姐，暖暖姐，暖暖，我可想死你们了，大家都来了吧？小姐放心，大家都来了。胡也说您有事可能暂时回不去，所以让大家都过来，等明月和叶璇澄清了再回去。那也好，大家都在就好。西西脸上肉肉的，真可爱。小相思和魏云说道：西西会走路了。最近大家都辛苦了，收拾下屋子。一会儿你们是打算出去外面逛逛，还是休息下明日再出去？小姐，我们今日先休息吧。那也行，你们饿了吧？我一会儿让他们送些吃的过来。叶母说道：我们带了些新鲜的菜来，待会儿自己做些，等明月成亲以后我们就回去。那好吧，这边厢房很多，你们随便找着住。他们自己安排好了，收拾好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做饭。大家忙得热火朝天，就连萧继云都出来了。他偷偷的在宋暖的耳边轻声细语的说道：屋子里落了灰，得好好的打扫下。所以萧继云打水去打扫卫生，宋暖也跟着去了。大家都是很聪明的，用过午膳以后就全都回房间沐浴了。厨房里有热水，你先去洗个澡吧。好，你先回房。宋暖脸颊一红，
很快就回到了房间，躺在床上，宋暖感觉自己有点心跳加速。她想了想，又翻了个身去了套茅厕。等她回来以后，又躺在了床上。萧纪云还没回来，她感觉自己好像又想去茅厕了，怎么办？宋暖犹豫了下，还是去厕所了。如此反复了2次，她才发现她不是真的想上茅厕，而是有些焦虑。然后把外衣脱得只剩下里衣，她才躺在了被窝里。房间门被推开，夹杂着些许凉意进来。萧纪云掀开床幔的时候，明显的就愣住了。他还以为房间里没有动静，是因为宋暖睡着了。他就掀开被子进了被窝里，2个人躺在床上，心跳如鼓。紧张吗？有一点。难道剧情的发展不是他进门以后，然后这样那样吗？为什么他还问这句话？谁第一次不紧张的？又不是身经百战。如果你害怕的话……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宋暖突然就从被子里翻了个身。2个人贴得近，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声。沉重如你回眸，马蹄远去，温柔谁还在你待会儿先休息一下，晚上想吃什么？吃火锅和烤肉。睡吧。待会儿先休息一下，晚上想吃什么？吃火锅和烤肉。睡吧。宋暖是真的累惨了，躺在萧纪云的怀里，睡得一脸满足。再醒过来的时候，外面已经天黑了，肚子咕噜咕噜的叫着。宋暖看着身边的萧纪云已经走了，心里又有些许小甜蜜。他们俩这就算是真夫妻了呀。出了房间，他才发现萧纪云他们在院子里做烤肉，火锅汤底煮得咕噜咕噜在冒泡。醒了？你们都准备好了？怕你起来饿了，就先过来准备。坐在了他的身边，宋暖笑眯眯地看着明月。明月，你和叶璇这几日找个好的日子把婚事办了吧。小姐，在这里办婚礼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我都不介意，你介意什么？又看着叶璇，你是怎么想的？宋姑娘，我在京都买了院落，虽没那么好，但我想今夜回去收拾下。那就这样决定好了。我晚些找找什么时候是好日子。后天日子好，一嫁娶是难得的好日子。后天会不会匆忙了些？想起下午的事，他觉得还是不匆忙，都拖了那么长时间，这婚事还是得赶紧办了才好。说好后天成亲，大家都拿着他们打趣，叶影就坐在那儿，一个人静静地看着他们笑，却没有怎么说话。怎么了？暖暖姐，我没有考中。我知道，其实你没有考中也不是什么坏事。最近朝局动荡，你才16岁，年纪还太小，若是真的入朝为官了，怕是要经历这样的动荡。如果可以沉淀3年，我相信你下次一定可以考中。可是那些人买官了。不管任何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不公平的事，但我听说你的排名还是很靠前的，是吗？我的文章写得很好，当时的太傅大人还一直都在夸赞我，却不知怎么的，后面就把我给刷下来了。宋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小影，这件事情可能是我的错，我之前因为赈灾的事可能得罪了许多朝廷里的重臣。你是虎头村出去参加科考的，怕是他们都知道我们有些关系，所以才会故意不选你。暖暖姐，你别往心里去，这件事你做的是对的，我也不一定是要做官，我觉得一直待在虎头村也挺好的。我看好你，以后肯定会功成名就的。等劝完叶影，宋文州才说道：我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我。大哥，你想要回去看看吗？不想，听说他们一家子过得挺好的，我回去做什么呢？暖暖，我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但我真的已经不在乎了。吃得正起劲儿，长孙长泽和裴之安从夜幕中来。你们吃好吃的，怎么都不叫我们呢？我以为你不方便来。怎么不方便了？赶紧坐下吧。你要是等暖暖叫你吃，他们都给吃完了。想吃火锅就去那儿站着吃，有面条也有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暖暖，我这些日子在家里能不能来你这儿蹭饭呢？我一点都不想吃王府的饭菜，他们做的都不如小仙云做的好吃。你怎么不说把仙云给带走得了？我倒是想啊，但人家仙云可不同意，他这厨艺在我王府里啊，我大小都给他一个厨娘当当。不过人家年纪不小了，说不定哪天就嫁人了，还是算了。裴之安好似记起什么来，说起来，叶璇和明月的婚事也要办了呀。我在京都还有几套房子，到时候就让他们住那边，怎么样？找个空着的屋子，小夫妻刚成亲也好发挥。说好了成亲的事，宋暖对着叶影和清风交代道：明日你们带他们出去逛逛，再买些成亲时要用的饭菜，肯定是要煮的好吃些。又对明月解释道：最近我们被盯得比较紧，可能就没有办法从这里出嫁，只能到那边直接拜堂。明月，你觉得怎么样？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还是得小心些。小姐，只要有您在身边，我在哪里出嫁都可以。马上就是新娘子了，
一定要开开心心的。那边我派人去布置好了，到时候再把大厨送过去。我们到时过去给他们小两口暖暖房，保证不会让他们孤单的。其实大家都在想事，坐在院子里竟然也喝起酒来。宋暖和萧继云坐在一起，两人耳鬓厮磨的，看得旁的人也都羡慕得很。长孙长泽的视线也时不时地落在他们两人身上。喜欢上我们家暖暖了？什么叫你们家的？我们该回去了，急什么？他的话还未说完，王爷，宫里来圣旨了，走吧。他们对宋暖、萧继云打了个招呼就回去了。萧继云见天色也不早了，吃饱了没有？两人走在院子里，才听萧继云开口：皇上中毒这件事怕是没有那么简单。大皇子今年也不过19，还未到籍贯之年，若是真的有其他心思，未免太着急了些。皇上年纪小没关系，可以有摄政王。虽这会儿朝代确实没有摄政王，但南楚的皇上登基时年幼，也是由他的皇叔当时的摄政王掌管了近10年的权，才把南楚的江山交到现在的皇上手里。皇上年纪小不怕，他们怕的是能不能是自己家的后代坐上皇位。你的意思是有人按耐不住了？不排除这个可能性。皇上中毒了，你觉得最有可能坐上那个位置的是哪个皇子？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大皇子吧。虽然大皇子是皇后所出，可国公府不如太傅府在朝堂的势力强大，3皇子的几率也很大。那2皇子呢？2皇子的母妃位分不够，而且朝堂上支持最多的就是大皇子党和3皇子党，也可以说是太傅府和国公府之间的拉扯。如果他们俩上位的几率大，那就没有必要给皇上下毒。所以你觉得下毒的人是谁？不管是谁，但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不想那么多，我们回房休息，回房休息。不想走，累了。瞧着他那撒娇的样子，娘子，我抱你回房。暖暖，妹夫。大哥，出什么事了吗？暖暖，我找妹夫有些事。我去就会，你先休息。宋暖轻轻嗯了一声，两人离开也不知去做什么了，去了2个多时辰才回来。等他回来的时候，宋暖躺在床上睡得香甜，他也不忍心吵醒宋暖，在他的唇上浅啄了几口，才来到了书桌前写信。宋暖迷迷糊糊的看到房间里有人，半起身看着坐在案牍前看书的萧继云，回来了竟然也不抱他睡觉，还看书。他从床上爬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了萧继云的身后，伸手从背后捂住了萧继云的眼睛。暖暖，别闹，不准睁开眼来。然后感觉腿上一沉。夫君，春宵一刻值千金，你确定还要看书吗？萧继云仅存的理智全都没了。奇怪，他们怎么快50了还没回来？不是你说让他们去外面给明月买嫁妆，我给小玉他们拿了1000两，让他们去外面买嫁妆的时候，顺便每人都买套新衣裳，再去吃些好的，晚上再回来。萧继云，你这是藏着私心呢。萧继云笑着在他唇上浅啄一口，突然低声细语的在他耳边说道：夫人喜欢刺激的，不如晚上我们就在这院子里。她好歹也是新世纪的女性，怎么可能会就这样被吓着了？大夫君，要不要试试再？可以试试。萧继云说的认真，这个大色胚，他就随便说说，他竟然回答的那么认真。然后萧继云就真的拉着他去骑马了。是人，该不会是认真的吧？只是宋暖想的太多了。萧继云带着他去了很郊外的一个木屋里，在那里他看到了萧母。娘，暖暖许久都未曾见到娘，好想您。你这孩子那么大了还撒娇。娘也是许久没看到你，也想得很。这次也只能见一会儿，马上我就要离开了，也是想你了，所以才让纪云带你过来。娘，我和夫君买了些吃的，您趁热吃。突然想起什么来，文州是不是也要来？萧继云点头，然后看着宋暖。还有一件事要和你说，娘这次转移，大哥也会跟着他们一起转移，这些事情都会交由大哥做。他是不是听错了？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我原本是不答应的，但大哥他执意，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交给大哥做也没有那么危险。说着，外面又传来了一阵的马蹄声，宋文州很快走了进来。你们来的倒是挺早的。已经不早了。大哥，别哭，
家里的事情不能只让你们去做，我一个人在那无所事事，萧姨都能做的事，我也可以的。可是这件事很危险。暖暖，以后更加危险的事情都会有，我们只能自己去做。而且你也不希望你的大哥在后面做缩头乌龟吧？可我会舍不得大哥。等我们的事情做完，以后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可以在一起聊天喝酒。大哥是个男人，不想什么事都在你和妹夫身后躲着，我也想为这个家多出点力。宋文州和萧母没有太多的时间留在这里，宋暖还在屋子里，他心情不是很好。萧继云就坐在他的身边，静静地陪着他，也没有说些什么。我们回去吧。回家吧。歇会儿，我去外面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饿了。夫人，为夫被炸得一滴都出不来了。萧继云，我说我肚子饿了。我去给你弄些吃的过来。等萧继云出去，清风他们也是担心地问道：姑爷，小姐她怎么了？她嫌冷，想在屋子里躺着。你们吃了没？还没有吃，仙云已经在做晚膳了。我去看看有没有暖暖喜欢吃的，她饿了。清风还想说些什么，叶母和张嬷嬷同时拉住了他。叶姨、嬷嬷，你们两个拉着我做什么呀？我就是想问问小姐她怎么了，她今日都没出来。这小两口难得见面，自然是小别胜新婚，要腻歪在一起呀。你还一直追问，这也是好事儿。家里孩子少，再等2年，等暖暖有孕生孩子，家里肯定热闹。清风愣了下，很快就反应过来了。嬷嬷放心，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去给小姐和姑爷炖点汤补补。小姐太瘦了，姑爷体力那么好，小姐得吃很多苦头吧。在晚上的时候，宋暖吃完晚膳，清风又端着2大锅的补汤来了。喝完汤，两人在床上亲亲抱抱，却没有下一步的动作，闭着眼睛睡觉了。半夜，宋暖是被热醒的，他感觉自己的身上似乎有火在燃烧，太热了。宋暖才发现萧继云竟然不在身边，只是听到外面有打拳的声音。萧继云，怎么了？不知怎么的，感觉浑身都像是被火烧了一般，热得睡不着。我也是。萧继云见宋暖面色绯红，你想不想？话还没说完，宋暖已经抱住了他。快点！下次记得多买些套放在家里，省得不够用。宋暖无比羞耻，照他们的速度得端香吧。早上休息了会儿，宋暖和萧继云就起床了。今日是明月的成亲日子，他们得起来给她送嫁。他特意的换上了新的衣裳，和萧继云拿着给明月的嫁妆出了房间。明月，你今日真美。小姐别打趣我了，和小姐比，我差远了。等叶璇看到，肯定会觉得自己娶了个仙女。这是我和纪云给你添的嫁妆，不是很多，你好好收下，以后就是为妻为母的人了，不可孩童心性。可若是叶璇他欺负了你，你也别憋着，我们都会为你做主的。谢谢小姐。明月，日后不管遇到任何的问题都要同我们说，知道吗？小姐，您会和我一起过去吧？按照惯例，我是不能过去的，在这里喝了你们的茶，就不能过去再喝一遍了。那在这里就不敬茶了，等到了那边再敬茶行吗？这样可以吗？宋暖对着张嬷嬷和叶母问。不是长辈，倒也没有太大关系。听着张嬷嬷说没关系，宋暖也点头。马车就在外头了，我们赶紧出去，别误了吉时。盖上盖头，张嬷嬷和清风搀扶着明月出了房门，叶璇就在宅子外面等候着。叶璇在门口背着明月出了门，大家穿着喜庆的衣裳去了他们成亲的屋子。马车赶着到了护城河边，在一家院子前停下，院子里挂着大红灯笼，莫青和莫染都守在门口。等他们一到，很快的就放了鞭炮，院子里红毯铺地，全都挂满了红灯笼，贴满了大红喜字。裴之安坐在大堂里，里面也都已经布置好了，有许多宋暖他们不认识的人都站在那儿。新人进门啦！张嬷嬷充当着他们的媒婆，一脉姻缘两相来，二脉夫妻亲相爱，三脉儿孙满堂来。新娘子落地，荣华又富贵。新娘子落地，荣华又富贵。敬茶。宋暖、萧继云、裴之安都坐在了主座，明月和叶璇端着茶，恭恭敬敬地给3人轮流敬茶。敬完茶，他们也把包好的红包都递给了2人。张嬷嬷这才喊道：吉时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看着他们热热闹闹的离开，若是在虎头村就好了。
还能热热闹闹的敲锣打鼓，在村子里转一圈。这样已经很好了。舅舅中毒还没解，如今成亲还是低调些好，省得被抓了说是有谋逆之心。还有这种事？晚些再说。大家吃喜宴喝酒，又拉着叶璇喝酒。哎，别闹，叶璇，人家晚上还得洞房呢。偏生，叶璇还拒绝不了，喝了一杯又一杯。也不知何时，叶璇偷偷的离开了。他被兄弟们掩护着进了新房。叶璇浑身都是酒气，掀开了明月的红盖头。饿了没有？刚刚吃了些，嬷嬷给我拿来的。我给你把金簪取下来。这些金钗都是分量极重的，全都是宋暖和裴之安给明月送来的，有2、3斤。明月点头，羞涩地看着叶璇。他将金钗全部取下来，低下头去，轻轻地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明月整个人羞得不行。吃饱喝足，宋暖和萧继云看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今晚就不住在这儿了。那我们要回去吗？魏玉问。你们回不回去都行，这里有住的地方。宋暖和萧继云回去以后，没有马上回房间，而是趁着夜黑风高的，裴之安把之前分红的银子和东方青雨那儿的分红全部都运到了他那儿，把银子全部放好。3人没有出密室，而是在里面商谈。舅舅的身体现在是越来越不好了，叶幽说就算是救回来了，舅舅也只有10年左右寿命，若是操劳过度，可能还会提前。这件事皇上知道了吗？当然知道，叶幽没有瞒舅舅，不过叶幽是舅舅的孩子，舅舅想让他认祖归宗，叶幽还在考虑。叶幽若是答应了，这恐怕就不是一件小事了。现在我又怕叶幽答应，又怕他不答应。其实舅舅可以把他封个王爷当也是可以的，但不知怎么的，舅舅执意要恢复叶幽皇子身份。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其他的皇子未必会没有反应。这就看叶幽自己怎么选了。其实他也挺惨的。你对他很了解，说来听听。他没有说过我能把他的私事外传，还是不说了。哪天他若是愿意和你说再说吧。宋暖不想暴露别人的隐私，即便是裴之安也不行。他倒是不生气，而是继续说道：你今年可能不能离开京都回虎头村了，你看着留2个人在这里，或者买几个丫鬟伺候你，等舅舅好些了，你的事情还得提上日程。我知道了。别唉声叹气的，你在这里多好啊，我们没事还可以一起出去吃喝玩乐。哎，我还有事得先回去了，我和你说的你记住啊，别乱跑。宋暖点头，这才离开了密室。回到了房间，宋暖才说道：你觉得我应该把谁留下来？清风和贺州吧，其他人看他们的意愿。清风没多会儿就和魏玉端着炭火进来了。小姐，今夜有大雪，房屋内放些炭火，夜里边睡得舒服些，没那么冷。好，我和季云要在这里住，清风你可能要留下，小玉你得回虎头村，家里的大小事你都要看着，其他人我不放心。暖暖姐，你和萧姐夫放心，我知道的。家里的大小事我都要你管，到时有什么不够的就去仓库里拿，还有家里的鸡鸭羊，该吃的吃，不用特意给我们留，知道吗？萧姐夫，我知道的。那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去？出来几日，我想回家了。来都来了，你们多玩几日，等叶璇和明月一起回去。2个人新婚燕尔的，自然是要等2日的。魏玉应了一声，这才和清风一起离开。要等到什么时候？明年下旬以后。既然这样，那就先好好的享受下这安宁的时间吧。若是皇上这次把叶幽认祖归宗做了皇子，那太子之位大概率就没有什么悬念了。他毕竟有一半的血统是西岐的，想要做帝王还是不大可能。太傅他们就是第一个不同意的。皇上不说，他不说，谁知道他有西岐皇室的血统呢？你还是太小看那些密探的实力了。这件事可能一时半会儿不会被知道，但不可能瞒得住。而且西岐国是知道瑶姬公主有这么一个儿子，查到那只是时间问题。我现在觉得叶幽的身世也挺惨的。惨的人又何止他一人？这酸溜溜的语气让宋暖都忍不住的郁闷了。他凑过去，在萧继云的唇上浅啄了一口。好啦，你知道我喜欢的人只有你，其他人我都没有放在心里过。萧继云把他一把拉过，坐在了自己的腿上。一开始有个温如心，后来有个东方青雨，现在的长孙长泽。暖暖，你的桃花一路开，我会吃醋的。吃什么醋？而且我除了你谁都没有要，这还不够表明我的决心吗？怎么办？我现在越来越不想离开你，我恨不得每天都和你在一起，不要分开。闻言，宋暖的手伸进了他的衣袖，在他的胸口摸了一把。手感不错。萧继云咬牙切齿。夫人，你就不能附和我一下？宋暖勾起他的下巴，媚眼如丝。夫君，我这还不够明显吗？萧继云掐着他的腰，喉结上下滑动着。夫人，你真是个小妖精。但夫君可要小心些，我可是个会榨干人的小妖精。
一早宋暖就醒来了，用完早膳，宋暖就带着他们去街上了。逛到午时，他就打算去火锅店吃一顿，却被魏玉拉住。暖暖姐，我们在家一样的能吃，没必要在这里浪费银子。说的也是。宋暖看着火锅店里挤满了人，也就带着他们去了一家京都的老店，吃京都的特色菜了。把你们这里的招牌菜都上来，每桌都是要一样的。好嘞，客官稍等。宋暖突然下意识地看了萧继云一眼，萧继云捕捉到他的眼神，凑在他的耳边低声问：夫人对为夫昨夜的表现不满意，所以想吃生蚝了。我哪有？那夫人脸红什么？只是不等他们再说什么，小二哥已经开始上菜了，热气腾腾的菜上桌。看着这边的菜比起他们上次来时有所改进，宋暖都觉得这家店的老板挺聪明的。故作无意地问道：小二哥，为什么你们家不做火锅？我看京都里有许多家火锅店了。我们少东家说了，不是每个人都像是火锅店的老板，善于钻研美食，而且我们学的也不像，味道不如别人的好。他们时时都有新的菜品，我们是怎么都赶超不上的，只做我们自己该做的就是。小二哥说完又去上菜了，吃多了仙云做的饭菜，其实这大厨做的饭菜也都那样，但有些菜和野味儿也是他们没有吃过的。总体来说吃得挺香的。暖暖姐，我们以后还是在家做吧，这外面的饭菜实在是太贵了。难得来一次，下次就算是想吃也吃不到，还得等有机会来京都才能吃。宋暖带着他们一路吃吃喝喝的，逛完了，宋暖才带着他们往回走。西西都已经累得睡着了。小姐，您今日买的东西太多了，这是我提前送给你们的新年礼物，今年我不在家，只能提前买了。暖暖姐，你和萧姐夫都不回家吗？仙云问。我们有些事要留在这里，你们有没有谁想留下来的？宋暖也刚好借着这个时间对他们问，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摇头。他们是觉得京都繁华，但都不喜欢这里，因为太繁华了，他们不习惯，而且他们也不舍得在家里养着的那些牲畜，还有种的菜、草莓，他们都担心得很。等他们回到了门口，就看到明月和叶璇站在了门口。小姐，我和叶璇商量了下，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们明日就想回去了。来都来了，怎么不多玩几日？今年雪大，我们想早些回去。虽说大勇兄弟人好，愿意把我们看着，可总归是没有自己照顾的细致。那么辛苦养大的家禽，可不想出什么事。我还想你们多玩几日呢。小姐，日子还长着呢。虽说今年家家户户的都不缺粮，但回去总归是安心些。是啊，暖暖，以后有的是时间在一起热闹。这会儿雪下的大，西西也还小，这路上还得耽搁下，回去起码得2、3日呢。那好吧，明日用完早膳再走。说完以后，大家也进门各自回房了。回到房间里，宋暖就对萧继云说道：给他们过年的红包得先给他们吧。你安排就好。这种事你难道不和我一起做？宋暖撇着小嘴儿。我就知道，得到了以后就不知道珍惜了，平日里都黏得很，如今话还没有说完，萧继云就堵住了他的唇，良久才松开他。我便是想让你拿主意，但你若是想听我的意见，我便是觉得过年红包给1份即可，至于要给多少，你看着办就行。你每个月都有给他们发工钱吗？按照你说的，每个人1两银子，每个月都会给。今年赚的还行，每人100两，小玉他们再单独给50两，你觉得怎么样？今年他们确实挺累的，家里的田地多，他们没日没夜的忙活，也没有二心，我觉得挺好。到时再多给小玉200两，添置些过年需要的烟花爆竹。就这样办吧，首饰你也买了，明日我早起去买些炒货，让他们带回去。这里不少的炒货是县里没有的。宋暖轻轻嗯了一声。夜里，宋暖来癸水了，两人只能亲亲抱抱的睡觉。一早醒来时，外面已经很晚了，大家都已经收拾好了东西。见到宋暖来，大家都齐刷刷的喊道：暖暖姐。小姐，张嬷嬷上前握着宋暖的手，嘱咐道：小姐，京都夜里寒凉，您一定要多注意着身子。嬷嬷放心，我知道的。西西，在路上也要乖乖的，知道吗？娘亲，西西，这可不是你娘亲啊，是姐姐。身后突然传来裴之安的声音：还好赶上了。说着，他让身后的莫青他们把准备好的银子发给了每个人。当然，明月和叶璇则是有一个大的红布包着的小箱子。谢王爷赏赐。日后叶璇要大家多照顾。叶璇谢过王爷。以后就是成家的人了，凡事多让着明月，有解决不了的事就过来找我。这一众人离开，宋暖的心里很是不舍，明月他们更是哭红了眼。等人离开，裴志安才看向宋暖：那么大院子，2个人少怕是不够。我到时候再给你叫几个粗使丫头来做些粗活。有清风和贺州就够了，冬天的院子也不需要打扫，我们在家没事也可以自己做些事。那就把莫青借给你。莫青可是你的人，我哪里敢要？又不是外人。就因为不是外人，所以才不想要。
叶璇不在你的身边，你身边一个人哪能够使唤的？况且我这里也没事，若是需要打扫院子的，我倒是在寻些合眼缘的丫头就是。见宋暖执意，裴志安也不再说这个了。草莓快成熟了，这会儿那些人已经开始预定了，今年每个地方都种了很多，价钱需要调整吗？不调整，这草莓只有我们一家买，而且草莓运输的成本也高，赚完这一笔，明年可未必还有这样的机会。我晚些就要进宫去了，若是有什么急事，你从密室去敲门，有人会在那里守着，我估计要进宫一段时间。皇上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确实是出了点事，舅舅本来有好转的，可不知怎么回事，他这2日突然咳血，我们查了2日都没查到哪里来的毒，叶幽通过舅舅吃的食材才知道是食物相克中的毒。皇上现在怎么样了？身子越发的虚了，每日都是叶幽给舅舅针灸1个时辰，他才能撑着去上朝。可这2日又出了这样的事情，舅舅没法上朝。如今朝堂上也是人心惶惶，那些大臣们也都开始站队了。那就没有人提议立太子之事？有是有，不过暂时压下去了。皇上为何不先立太子？立了太子不代表不能换，但肯定可以让国公府和太傅府狗咬狗。立太子是大事，这件事还需要从长计议。不过高僧过2日会出关，你想不想和高僧见一面？对于这个高僧，宋暖一直都挺想会会的，他也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后天我让莫青接你去郊外的寺庙里见高僧。说罢，他又看了萧纪云一眼，让萧大哥陪你一起去。好。裴志安似乎也挺忙的，说完又匆匆忙忙的离开了。萧纪云握住宋暖的手，别想那么多，凡事顺其自然。难得我们最近都有时间，到时候你想去哪里玩，我就带你去哪里玩。你亲爹那儿的事，你打算怎么办？他倒是为官清廉，不过他夫人的手可就不干净了。太傅府勾结了那么多商贾，还在城外秘密培养了许多死士，我们还在找有力的证据。培养死士应该不算大罪吧？培养死士当然不算，可他还秘密打造武器，我们暂时只有消息，没有证据。那国公府呢？国公府倒是没有那么大胆子，毕竟大皇子和4皇子都是皇后所出，但他们在城郊有家私炮房，专门做黑火，而且国公府的世子爷勾结了盐商，我们还在找证据和证人。我在前线似乎没有看过黑火，他们用来做什么？烟花鞭炮那可是很抢手的，一般的百姓也弄不到，但利润却是很可观，而且黑火可以引燃爆炸。如今皇上专门派人在试验黑火的威力，其他人觊觎黑火威力，也想从中分一杯羹。他们想做炸弹？危险性太大，而且皇上想做的是可以弹射出去的黑火。大炮吗？萧纪云在他的唇上浅啄了几口。怎么对这些那么感兴趣了？也不是感兴趣，就是想知道你们这些日子都调查到了什么。还不算太成熟，但线下的交流网已经没什么问题了，京都里的事儿也能第一时间知道。不管怎么样，我对你就一个要求，保护好自己。你要记得任何的时候都要以你自己为主，你若是出了事，我和娘就没有人可依了。我会的。打算什么时候去见你爹啊？不着急啊，他不一定会想见到我，我也想过多一段时间的快活日子。那就不去看，若是你哪天想开始了，就告诉我，我先布局好。宋暖勾着萧纪云的脖子说道：我觉得皇上真的是太厉害了，他这一招看得真远。那么快就想到了，所以说不立太子对皇上来说是最好的。立了太子，有些事情就是名正言顺的。你说弑君和皇上并视，他们更希望是哪个？好复杂，我理了半天才想明白。宋暖倒抽一口气，他觉得自己有些头痒，他好像要开始长脑子了。皇宫大殿内，御医们黑压压地坐在一起讨论，皇上中毒又没有办法知道该怎么解毒，一个个的都急得不行。殿外，皇后突然就出现了。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万福金安。起身吧，皇上在里面怎么样了？都已经那么长时间了，怎么也没有一点消息啊？回皇后娘娘，皇上需要静养。放肆！娘娘乃是当朝国母，想要看皇上，难道还需要经过你们的允许？本宫只是关心皇上，特意过来问清楚皇上的情况。谭公公走了出来。皇后娘娘，皇上身子不适，让皇后娘娘先回宫，待皇上身子爽利些，再召娘娘觐见。放肆！娘娘息怒，皇上已经下旨，除了安亲王和太后娘娘，任何人不得觐见。本宫今日就要去见皇上，本宫倒想看看哪个不长眼的敢拦着本宫。皇后娘娘若是要进，那就踏着奴才的尸体进去。皇上有旨，除了安亲王和太后娘娘，谁都不允许进入。臭奴才，连你都敢拦着本宫！皇后气得脸色都变了，就要朝着谭公公砍去，刀柄却被一道大力狠狠地按住。他回过头去，竟然是裴之安。皇后娘娘，这是皇上的寝殿，不是您的宫殿，您要撒野也不该在这里撒野。安亲王，
别忘记了，本宫才是后宫之主，你在本宫的面前也是需要行礼的。皇后娘娘说的是，本王确实需要向皇后娘娘行礼，但皇后娘娘莫要忘记了，2个表弟前些日子可是犯了错，如今皇后娘娘是想再犯错吗？皇后娘娘可要清楚，这巴掌若是打下来，舅舅看到以后会有多么心疼我，到时候不需要我说些什么，舅舅在里面就已经知道了。想到这儿，皇后收起力气，转而就拿着手帕擦眼泪。本宫也是一时气糊涂了，皇上龙体有恙，本宫身为皇后却不能替皇上分忧，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皇后娘娘担心是应该的，不过既然皇后娘娘想要替舅舅分忧，本王还真想起一件让舅舅焦头烂额的事，也不知舅母愿不愿意帮帮忙呢？当然，只要是本宫可以帮得上忙的，一定会为陛下排忧解难。安安就知道，舅母和舅舅一直以来都是恩爱有加，感情自然是比其他娘娘深。听闻西北地区挖沟渠差了15万两白银，舅母的一众侄儿前些日子光是买古玩玉器就花了近10万两，想来也是不缺银子。如今舅舅的忧虑只有舅母可以帮忙了，舅母想来是不会拒绝吧？安安说的哪里话，我那些侄儿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银子买古玩玉器的？安安就知道舅母在深宫里肯定不知道消息，没关系，安安特地找来了账本，舅母不信的话可以看看。舅母怎么不说话了？15万两太多了，国公府哪里来的那么多银子呀？既然这样，那这账本我回头给太傅看看。安安，15万两确实多了。15万两确实多了，但我听说国公府不是娶了个富商之女，舅母不妨让他们回家问问。说完，他也没有逗留，而是进了寝殿里。他对着身边的大宫女说道：“把这件事告诉我爹，让他马上就来找本宫。”奴婢马上就去。因着草莓到了上市的季节，宋暖也去店里看了下预定的情况，比他想象中的更加好卖。国公府更是预定了2000份，听说是国公府的世子爷办了一个宴会，要用草莓来招待所有的贵客，可以说是草莓盛宴了。那高颜值更是受到京都贵女们的一致追捧，那些人卯足了劲儿在比拼，这可高兴坏了宋暖。宋真儿这是第3次回娘家了。娘，女儿如今嫁到了太傅府，可三爷却一直都流连在外，我和夫人妯娌的关系也不好，您帮我想想办法吧。我和夫人妯娌的关系也不好，您帮我想想办法吧。这淡雪草莓若是可以拿来给我办宴会，那些人肯定是会高看我几眼的。真儿，只是水果而已。你之前说要买草莓，99两一盒的草莓，娘前前后后给你买了5000份。宝儿也要说草莓，娘也前前后后给他买了5000份。1万份草莓就要99万两，一年都赚不到这么多银钱，你让娘怎么帮你啊？可是娘，家里并不缺那些银子，女儿也不是每次都要那么多。爹赚了那么多银子，难道就不舍得在女儿的身上花些吗？行吧，宝儿也说了要买淡雪草莓，娘就算豁出去这个面子，也给你们买些。娘，女儿就想要办个宴会，您买1000盒就够了。听到要1000盒，宋姨娘气得脸都绿了。短短5日，草莓卖疯了。草莓这样味道的水果，是他们从未吃过的香甜。笑什么呢？按照这样的趋势，今年光是卖草莓，我和裴志安能赚上千万两的银子。除去各种必要的开支，我怀疑我们会一夜暴富。宋姑娘，王爷有事找您相商。宋暖应了一声，和萧纪云一起去了密室。看着满满当当的金银一大箱一大箱的抬进来，宋暖脸上全都是笑意。那么多，那么多，包括前些日子的每人分了100万两白银，50万两黄金。黄金那么多？裴志安可不管那么多，他现在觉得自己是在躺着挣钱，尤其这样泼天的富贵是宋暖给他的。现在的他恨不得抱住宋暖的大腿，生怕他会不带自己玩。以后这样赚钱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草莓虽然很好卖，但别人未必种不出来。就像现在的火锅店，虽然生意好，但其他的地方也有许多。不过也不妨碍我们继续赚钱，只是想说以后能赚那么多的机会少了。那倒是无所谓，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中旬又买了许多地，今年的粮食大丰收。你绝对想不到，离国突然就不缺粮了。虽然他们吃的还是红薯、土豆这样的粗粮，但价格都降下来了。现在最起码可以保证离国的百姓们可以慢慢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我说了，只要人不懒，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饿着的。话是这样说，不过我又买了不少的长工，我打算把别人不要的荒地买下来，到时候多种点地。那个高僧怎么说是不想见我？没有，我出宫的时候，高僧说等他出宫前会见你一面，可能要再等几日。等那些人把金银全部送进里面，这才关上了密室的门。上了楼以后，小金鱼，你看见了吗？我们不缺银子啦。
你不是一直都说要有许多银子才有安全感？现在这安全感应该足够了吧？看着是挺多的，但是我听宋府光是花银钱就有上万两，而且还有许多的金银珠宝，那可都是价值不菲的，而且都是宋暖的娘亲留下来的。林家当年的产业全都给宋青云处理，现在却都成了宋家的，也被宋青云的那些庶子庶女用了。宋暖想想，都替原主觉得不值得。没关系，他们很快就开心不起来了。你是不是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带你去看戏，不过过2日你就知道了。夫君说的是，那我过2日去茶楼里喝茶，让他们讲给我听。京都里真是太冷了，我还是觉得我们的伙房舒服。店家说明日可以把壁炉送来，到时就不冷了。你去把窗户关上。月事期已经过去了，刚开荤的宋暖每天就想着那一口。萧继云很快的去关窗户，等他过来时，宋暖已经换上了睡衣，躲在了被窝里。等萧继云上床，他就从被子里钻出来，把他的腰缠上。曾经迷当头寻得某个人踮起眼眸，相对落座山口，无茶饮无酒，谈笑说些春秋，风雨这一生低眉抛掷孤舟，江海行扁舟。姐，您醒了吗？好清风，你给我拿吃的来没有？奴婢煮了稀饭和包子，还热乎的呢。小姐要喝吗？要。宋暖说着，清风很快的把吃的端过来，只是披上了外衣，宋暖就坐在床上狼吞虎咽了起来。看着宋暖身上遮掩不住青青紫紫的痕迹，清风小心翼翼地问道：小姐，姑爷夜里没有欺负您吧？没有啊，他怎么可能会欺负我？那您身上……清风说着，宋暖才后知后觉的看着自己身上的印记，唰的一下脸就红了。那个清风，你现在还没成亲，你不懂，这不是他打的，是……宋暖的脸好烧，他觉得自己像是在耍流氓，教坏清风。对不起小姐，我以为是姑爷和您闹了什么矛盾。人在太兴奋的时候总有控制不住的时候，这些痕迹就是这样来的。不是吵架了就好，小姐不需要解释那么详细。清风开口，脸颊越发的红了。清风，你该不会是有喜欢的人了吧？不是的小姐，我没有喜欢的人，我就算是有喜欢的人也没关系，我又不会笑话你。我们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你别压抑着自己，若是喜欢就追求，别让自己留遗憾。小姐，如果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你就会发现男女之事的乐趣。第3日一早，4人一起去了附近的茶楼里。话说昨夜国公府的世子爷司徒浩然去花魁楼里喝茶听曲，还为美人一掷千金，就为了为花魁楼新来的青丝姑娘陪他一起。谁曾想昨夜里太傅府的三爷谢锦桥也看中了青丝姑娘，非得要让她陪。2位都是有头有脸的贵人，一个世子，一个太傅府次子，竟然为了青丝姑娘在花魁楼里大打出手。青丝姑娘提议呢，可以2个爷一起伺候着听曲，可2位爷谁都不服谁。说书先生突然就来了个大喘气，下面的人都急疯了。赶紧说呀，你别卖关子了。哎呀，就是赶紧说，别再吊着我们的胃口了。昨夜也不知怎么的，2位爷就各自不让，随即2位爷就开始了大战，2人打的是难舍难分呐。国公府的世子爷仗着年轻有力，拿着匕首插进了谢锦桥的身上。谢锦桥昨夜因着捅破了心脏，昨个下半夜没救回来，今早世子就在国公府被抓了。听说皇上最近龙体欠安，小老头也不知到底昨夜的事是无意还是有意。不过最倒霉的还得是花魁楼的青丝姑娘，她一早的就被抓到了刑部，花魁楼也被迫关门停业。想来这件事情闹得太大，就算是老国公爷和国公爷都想要把这件事怪在花魁楼也无用，毕竟小老儿到现在都未曾知道花魁楼的东家到底是哪个。只听到叮的一声，说书先生就说完了。听到说书先生的话，大家都在窃窃私语地讨论了起来。
就连宋暖都是眼睛一亮，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处理。那都是朝廷重臣家里的事，谁知道呢？旁边的人似乎自来熟，听着宋暖的话，笑着说道：几位是外地人吧？对，我们是外地人，刚成亲就来京都看看，想见识下京都的繁华。难怪你们会说这样的话。京都里谁不知道国公府和太傅府不对付？因为皇上未曾立太子，所以两家都在使劲想把自家的后辈推上去。我看呢，昨夜的事也不过是单纯的打架那么简单，多半是因为立太子这事儿给闹的。大哥，这话说出来不怕被抓走吗？我们平头百姓有什么不知道的呀？这样的大事想瞒着肯定瞒不住的，只要不是假的就不怕。昨夜的事京都里早就传遍了，不然说书先生怎么敢讲呢？果然古人也是一样的爱八卦呀。八卦说完了，大哥也都离开了，宋暖四人没有回家，想着要过年了，宋暖也拉着萧继云买了许多的年货，就听前面传来一道斥喝声：就是你这个倒霉的扫把星，要不是你无用，4年又怎么会出事？你赶紧给我滚回去！跌在街道上的女子是宋真儿，她眼含热泪的在那儿，却也不敢吭声。她是谢锦桥的妾室，太傅府的人把她丢在了街道上，又很快的离开了。身后突然传来一道轻笑的声音：你倒是在哪里都不忘看热闹啊。温如心，许久未见，我听说了你在军营里的表现，真的是让我肃然起敬啊。我们按照你的方法去做，倒是比你晚些做好，好在都完成了。也是运气好哦，我刚刚才回来，最近可能还入不了宫，你若是有事就找我。我知道最近动荡，你家有参与进去吗？姑姑只是个嫔妃而已，不管是哪方面都不如皇后和贵妃，我爹对这倒是没有太大的想法。那就好，时局动荡，还是静观其变的好。我先回去了，你们也早些回去。最近京都夜里不是很太平，听说有采花大盗，最近都糟蹋了许多名姑娘的清白。京都里怎么会有采花大盗？那清风怎么办？说罢，他又看着贺州：你们俩的房间都是在一个院子吗？小姐放心，我夜里肯定会把门窗全都关好的。那采花大盗肯定是厉害的，不然夜里你和我一起睡。他刚说完，就感觉身边的萧继云轻轻地掐了下他的腰。我们夜里一起睡也安全些。小姐放心吧，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在虎头村时，叶璇教了我们许多的防身术。不说还好，这一说我心里就有些发慌。不然你们俩住隔壁，贺州他人很可靠，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小姐放心，我夜里会注意的。是啊，小姐，我们的院子离得近，不会有事的。说这话的时候，清风的脸颊红扑扑的，宋暖后知后觉地看着他，意识到了什么。不如你们搬到一个院子里去吧。小姐，孤男寡女的住在一个院子里，怕是不合适。哦，可你这样我也不放心啊。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那就搬到我院子里。我院子里有几间房，够你和贺州住的。那我还是搬到贺大哥的院子里边去住吧。那我们就先回去，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宋暖说着，几人才很快地回了府。一大早，萧怀里就找来了萧檀儿。檀儿，最近这段时间你就不要乱跑了，夜里我会让侍卫守在你的院子里。昨夜抓的人是你的丫鬟，可爹却觉得他们是想抓你。昨夜抓的人是你的丫鬟，可爹却觉得他们是想抓你。你夜里一定要小心些，知道吗？爹放心，我知道的。萧钦从外面进来，刚好听到了这些话。爹，不然先把妹妹给送进宫里，刚巧姨母也想妹妹了。既然如此，那就带你妹妹进宫吧。最近京都里的贵女频频出事，不少的贵女也都纷纷进宫了。这件事让许多的人都在好奇，总感觉好像这件事情有人在推进，但却不知道到底是谁。房间内，宋暖对着萧继云问道：你觉不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奇怪？你是觉得他们都进宫了？虽然说这件事情闹得很大，大家都害怕也是真的，但把所有的贵女都送进宫里，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儿。我这里也没有任何的眉目，只能先看看了。萧继云揽着宋暖的腰，在他的额头上轻轻地落下一吻。有我在这里，别害怕。我不知怎么的，总感觉心里好像有些慌，好像有大事要发生一般。别想太多，该来的总会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有我在。可是这采花大盗真的太吓人了，你说这采花大盗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伤害的全都是京都的贵女？想到这儿，他又有点担心起清风来。去清风的院子里看看吧，我不知怎么的，就是觉得……话还没有说完，隔壁的院子里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叫。宋暖连忙朝着院子里跑去。清风，他飞快地跑到了清风的房间门口，就看到贺州抱着清风，不住地用手安抚着他的背。没事，别怕。见贺州在，萧继云也在附近都转了一圈，看到了在窗边的迷香还未燃烧完的在窗户边。宋暖自然也看到了，采花大盗盯上我们这儿了。不会有事的，别怕。贺州也已经把刚刚吓住的清风哄好了，清风才缓缓开口说道：
我夜里睡不着，就在床上绣花，突然就感觉头晕，我心里一下子就害怕了，赶紧是用水洗了一把脸，然后我就看到窗户边一道白影，我就喊了出来了，那白影消失了，贺大哥也进来了。后果他简直不敢想象，这样住肯定不行的。采花大盗应该找的都是未婚的女子，像是成了亲的肯定不会，不然你们搬到我们院子里来住，夜里也安全些。这样会不会不太好？有什么不好的？都这个时候了，人肯定是最重要的。那个采花大盗都踩过点了，我们很难防得过来。还是有些不安全，要不让清风回去吧，他一个人住在这里确实不安全。我不回去，我要留下来照顾小姐。清风，我可以睡在耳房里，小姐放心，我夜里肯定不出来。耳房里也不见得安全，地下室有房间，不然夜里让清风睡到地下室去，起码找不到那儿去。宋暖想了想，到底也是答应了。周，你能陪清风一起在地下室里住一段时间吗？知道了，小姐。说着，他们借着月光带清风和贺州来到了地下室，两人各找了个房间休息。宋暖和萧继云才上去，在房间里，宋暖也是辗转难眠。他一向睡眠质量极好，可这天晚上他失眠了。早上他没有赖床，四人一起去了街道上用早膳。今日想买些什么？再买些年货吧，每日买一些。要不要自己做些腊肉？也行。横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到时候吃不完也可以给治安一些。宋暖拉着萧继云去了市场。郎君要多少肉啊？若是买的多，我们可以送到您府上。一头杀好的猪，5只羊，你这牛肉也不错，我要1000斤。夫人好眼光，小的家里养的呀都是吃草的牲畜，您府上若是不着急要，我明早杀了给您送到府上，您看如何？那行，我要整猪，杀好了要记得把猪内脏都给我装好拿过来。想不到夫人还喜欢吃猪内脏啊！那夫人要家禽吗？鸡鸭鹅我们也有卖，夫人要不要带几只啊？鸡鹅鸭都不杀，你直接用笼子给我抓来。鸡要50只，鸭20只，鹅要20只，应该没问题吧？当然没问题，但夫人要的量大，得付一些定钱。说着，宋暖给老板拿了10两定金，将地址写给老板，这才拉着萧继云去了别处。热闹的街道上全都是人，宋暖拉着萧继云的手，对着身后的贺州说道：贺州，你拉着点清风，别让他丢了，你们俩紧跟着我。贺州看了清风一眼，默默地拉着他的手腕。宋暖来到卖胭脂水粉的店里，拿着脂粉就在摆弄，看着那色彩艳丽的脂粉，一旁的小二便笑着说道：这位夫人，这是咱们店里卖的最好的口脂，颜色特别好看。怎么卖？这盒口脂价格高些，26两。夫人放心，用料绝对是最好的。宋暖点头，点了好多个颜色，买了眉带、香包、面脂，每样他都要了2份，自己1份，又送给了身后的清风1份。从胭脂店里出来，宋暖轻啧一声，这可真是赚钱啊！反正他最近也闲得很，没事可以去试试做口脂，做些香皂试试。他还想做玫瑰花香味的。想到这儿，宋暖拉着萧继云他们回了家。一回到家里，宋暖就进入了淘宝系统里。小爱在呢，宿主。你知道口脂面脂怎么做吗？宿主，您可以在淘宝上搜索口脂的制作方法，小爱只提供买卖服务，其他的服务不在小爱的工作范围之内。宋暖觉得自己的系统有些许鸡肋，但他没说出来。宿主，请勿在心里吐槽小爱，小爱是您在异世界唯一的系统，能时刻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对不起，我的错。宋暖说着，似乎想起什么来。那我们晚上做些什么的时候，你该不会偷听我们说些什么吧？宿主放心，我们系统为了小爱的健康考虑，宿主交配时都会屏蔽，宿主可以放心。好吧。宋暖在心里轻叹了一口气，这还算是个正经的系统。午膳吃完，莫青就悄然无声地来到了他们的院子里。宋姑娘，高僧让您过去一叙。高僧没有见其他人的意思，宋暖穿了一身素净些的衣裳，才随着莫青从后门到了安亲王府。宋暖来到了书房，也看到了传说中的高僧。他身上穿着袈裟，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宁和的气息，一看就让人觉得很心安。小女子宋暖见过大师。宋姑娘无需多礼宋姑娘请坐。谢谢大师。宋姑娘别担心，老衲没有恶意，倒是有些事想问问宋姑娘。大师请说。老衲前几年纵观天象，有一吉星在离国，可老衲知晓宋姑娘的体内早就已经换了一个灵魂，宋姑娘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吧？倒是什么都瞒不过大师的慧眼，我确实不是这个世界的人。那宋姑娘是来自哪个世界？我也不知道怎么算，我是个现代人，但我们的历史上并没有离过这个国家。
我们是几千年后的世界。宋暖把现代的世界和高僧说着，他却一点都不觉得惊讶，而是听得很认真。等宋暖说完，高僧才说：原来后世都已经发展的那么好了，只是宋姑娘知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来的？我不知道。宋暖很诚实地回答。宋姑娘积德行善，你在现代的寿命应该还有很长，因着磁场的问题出现了意外，就被送到了这里。不过宋姑娘放心，老衲未曾与他人说过这个。谢过大师。宋姑娘是义士之人，应该懂得东西也很多。若是有朝一日皇上需要你的帮助，宋姑娘可否愿意？大师请明示。宋姑娘放心，不会是危及生命的事，只是朝局突然动荡，纵使老衲有通天的本领，也不能阻止。宋姑娘若是可以帮得上忙，您所要做的事，皇上都可以替你达成所愿。大师知道我想做什么。高僧用手指蘸了些茶水，在茶桌上写了谢萧宋。高僧用手指蘸了些茶水，在茶桌上写了谢萧宋。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暂时先不着急，宋姑娘只需在京都等候，自会有人和你联系。到时也希望宋姑娘能够记得答应老衲的事。高僧说着又加了句：萧郎君的亲爹毕竟是礼部侍郎，这件事迟早都是会被知晓的。宋姑娘不妨早些做准备，也省得被牵连进去。皇上要整治萧家，难道还会连着萧纪云一起问责？皇上若是想问责，葵花楼又怎么可能开得起来？又怎么会同时在得罪了太傅府和国公府后还能继续开呢？皇上什么都知道，那为什么还要我去做那些事？因为宋姑娘是气运之子，难道宋姑娘没有发现自己的运气特别好？不管是在哪里，只要宋姑娘在，肯定是太平的。大师，我怎么觉得您说的我好像是神仙？宋姑娘的能力确实比神仙还厉害。宋姑娘带来的高产量种子，各种种植的方法，包括许多的知识，那都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高僧从怀里掏出一个锦囊，递给了宋暖。若是宋姑娘遇到难以抉择的事，把这个锦囊打开，会有姑娘想要的答案。谢过大师。怎么了？宋暖抱住了他的腰，声音软软的。高僧知道了我不是真正的宋暖。他威胁你了？那倒没有，高僧谁都没有说，他只是想看看我是怎么拿出东西来的。不过他说萧怀里出事的时候，你可能会被牵连，你应该不会心软吧？想什么呢？我若是心软，又何必做那么多？何况他对娘造成的伤害是实质性的，这就好比我问你，会不会心软不会对付宋青云是一样的道理。我才不会放过他呢。宋暖又把皇上知道他们做的这些事又告诉萧纪云，萧纪云却是一点都不惊讶。我倒是猜到了些，皇上筹谋的这些也应该不只是1-2年了，只是我们刚好参与进来，把这件事情的进度给加快了。那我们以后要更加小心些，京都真的是越来越不太平了。总归是会太平的。萧纪云揽着宋暖的腰，把她紧紧地揽在怀里。下了楼就看到清风和贺州过来了。地下室夜里睡得还习惯吗？若是过段时间采花大盗没有出现，就可以搬回房间住了。小姐，我暂时就不搬上去了。那些被抓的女子都还未回来，我觉得不安全。这样也好，我就是怕你受委屈。小姐，我不委屈的。比起在上面的房间里，我觉得在下面住的安心一些，夜里也可以一夜睡到天明。宋暖没多想，这才让他们回去休息了。夜里凉，早些睡。趁着宋暖睡着，萧纪云来到了安亲王府。这时间等得有些久了，出什么事了？舅舅体内的毒素彻底清除了，但身子亏损得很厉害。上个早朝的浑身没劲，朝廷里的人似乎都知道了。现在朝堂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你问我，你懂得多呀，我不问你问谁啊？你怎么不问皇上啊？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个平头百姓。瞎说，平头百姓哪有你们那么聪明啊？萧大哥，你都不知道那些人现在看我的眼神都像是要把我给凌迟处死一般。我就是个闲散王爷，他们那样子好像舅舅会把皇位让给我做事的。需要帮忙的话可以说一声。
倒是不需要帮忙。采花大盗之前掳走的女孩子，一个都没找回来。杨景说已经带人去清剿附近的几个土匪窝，希望可以找到。那你叫我来的正事，是不是可以说了？你知道你爹家族的事吗？不清楚，我对他没有记忆。你也清楚，我长大以后才知道他是我亲爹。太傅府如果出事，可能会牵涉到你。这是皇上让你告诉我的，还是你自己说的？舅舅没有让我告诉你，但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我想他肯定是想让你有个心理准备。萧夫人已经知道你的存在，知道你没死，所以到时候如果太傅府出事，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皇上是不是想把我和萧家一起定罪啊？倒不是真的要把你定罪，但是有些流程是要走一下的。不过你一直都在帮着舅舅，舅舅心里清楚，到时候不会让你真的有事的。你们是不是有计划？也只是初步计划。裴志安见萧继云这样说，也没有办法隐瞒，只能全部都脱盘而出。听完这些的萧继云半晌都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裴志安又加了句：萧家肯定会拖你下水，如果不这么做，到时恐怕对暖暖也不好。到时候再说吧。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看他们什么时候动手。我觉得他们已经按耐不住了。他说着这才离开。裴志安看着萧继云离开的背影，轻叹了口气。萧继云站在院子前，看着前面的大树，脑海里是裴志安的声音：我也知道这样做很不好，可太傅明显是冲着你们的。暖暖和你假和离，才能避免被针对。等事情都尘埃落定之后，再重新成亲就是了。和离这两字还是在他们两人刚成亲的时候暖暖说过一次，但那时候的他并没有想过真的和离。可现在他可能真的要和暖暖和离，他心里清楚得很。萧夫人知道他还活着，找他是迟早的事。想到这儿，他的心里酸涩的不行。他一点都不想和离，可为了暖暖的安全考虑，裴志安说的这个方法是最可行的。身后突然被人环住：你怎么了？是不是心情不好？没事。他转过身，将宋暖从地上抱起，轻声问：刚刚是不是弄疼你了？宋暖摇头，他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萧继云的心情变化，觉得萧继云应该是吃醋了。我和裴志安就是朋友，什么都没有，你别想太多。萧继云想了想，还是把刚刚裴志安和他说的话和宋暖说了。他们是夫妻，不需要遮遮掩掩的。宋暖听完就沉默了。和离是假的，但裴志安说的话也是有道理的。萧家现在盯着我，我会连累你。我不怕，我可以和你一起面对。暖暖，我也不想和离，但如果这件事情会危害到您的性命，我觉得和离对你来说是最安全的。萧继云，和离可不是小事，难道你就觉得我们俩和离以后，萧家就会放过我了？宋暖感觉自己要被气死了，有什么困难不能一起扛过去，非得要和离？萧继云看到宋暖生气，他伸手想要去抱她，却被他躲开。我们的感情一直都特别好，你就算是去告诉别人我们两个人感情不好和离，萧夫人就会放过我了。宋暖又重新的问了一遍这个问题，这样起码可以保证你的安全。你晚上去找贺州睡。宋暖说完，转身就进了房间。房间门砰的一声被关上，萧继云站在门口，半晌都没离开。吃晚膳时，清风和贺州明显的感觉到宋暖的情绪很低落。萧继云在旁边默不作声的，两个人好像吵架了。用完晚膳，清风扶着宋暖去消食，贺州则是拉着萧继云去喝酒。小姐，您是和姑爷吵架了？没什么，清风，如果一对夫妻遇到了关乎性命的大事，男人说想要安全就必须得和离，你觉得这两个人的感情是不是很脆弱？小姐说的是自己和姑爷吧？离国的律法，除非是犯了很重的罪，不然是不会祸及女眷，但如果是很重的罪，女眷可能是会被流放。只是流放的话，其实还好的。小姐，您别想太多，姑爷一直以来对您都是特别好的，他做的所有事肯定都是为你好，你好好的和姑爷谈谈，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共同面对。宋暖总算是舒了一口气。你和贺州好像看起来感情不错，你们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意思？清风的脸刷一下就红了，见他脸红，宋暖继续说：如果觉得合适就好好的相处，明月都成亲了，你若是成亲的话想分开，就在旁边建一栋房屋，不想就住在家里。贺州这人不错，他好像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他好像特别害怕我喜欢他。我可能不喜欢你，我都察觉出来他喜欢你了，若不是看到你们两个人情投意合的，我也不会这样问。那小姐觉得他为什么躲着我？宋暖想了想，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之前是奴隶籍，而且现在还不是良民，所以不敢回应。可我没有在乎过。那你就和他说呀，你不说他怎么知道？清风点头应好，她一直都是个很有行动力的丫头。说了以后，她果然就去找贺州了，从外面朝着走廊的方向走去。宋暖在长长的走廊下看到了萧继云。遇见你，远在孤灯前，
诉说这流年，沧海桑田，望你如花笑语。天午时，宋暖刚和萧纪云运动完，门外就传来了裴之安焦急的声音：“暖暖，长孙长泽出事了。”裴之安气喘吁吁的拉着宋暖就朝着后门去了安亲王府。裴之安带着他进了一个房间，里面的床上赫然躺着面色很黑的长孙长泽。抓捕练毒师中了毒，好在夜幽给过他一颗解毒丸，但吃完了还是这样。你有没有办法？看着他拿着匕首划破了自己的手掌，将血一滴滴的喂给了长孙长泽。等血喝下去不少以后，长孙长泽的面色也慢慢的变得好看。宋暖估摸着差不多了，才抽回手来。萧纪云给他包扎好，这才问：“狂人都抓了，再不抓就该错过更重了。长孙长泽也是着急，所以就用了这样铤而走险的方法。如果不是为了早些抓到人，他也不会受伤。我们在这里守一会儿吧，等他没事了我们再走。”我去和清风说一声，让他们不用等我们用膳。我让莫青去说一声。坐在床前，萧纪云看着躺着的长孙长泽。他是个很好的人吧？他不是个很好脾气的人，但他对手下的士兵和普通的老百姓都特别好。每次军营里有时都是他冲到前面。其实作为少将军，他不需要那么拼，哪怕是躲在其他人的身后也是可以的。但大将军和他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可惜我不能去军营，不然也跟你挣个军功回来。你是你，他是他，你们两个人不一样。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就很好。相比于其他，我更喜欢安定的生活。治安也带着陈太医进来了，先让陈太医看看。很快的坐在了床边，给长孙长泽把脉。把完脉，陈太医的面色也有些许古怪。少将军的脉象有些乱，但话还没说完，长孙长泽突然睁开眼来，噗的一声就吐了一大口血。长孙长泽，宋暖，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练毒师，小心小。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又昏死过去。小心萧什么？宋暖的心里担心的不行。他总不能说是小心萧纪云吧？应该是萧怀里。裴之安也看了他们两人一眼，带着他们去了密室。在密室里，宋暖看到了裴之安递给他们的密函，上面赫然写的是萧怀里乃南楚曾经的三皇子，已确定。萧怀里是南楚国的三王爷，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这根本就不可能。我娘说了，他是萧家的孩子，我娘对南楚有血海深仇，不可能会和南楚的三皇子成亲。萧大哥，你别激动，别说是你不信，其实刚得到消息的时候我也不信，但这是调查出的结果。当年的南楚国三皇子出生就被调包，换了个死婴。南楚皇室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现在已经和我们联系，要把他们曾经的三皇子，现在的三王爷接回去，连使臣都已经在路上了。